呀，我说妹子，听说那院里的爷又不吃饭了。哎，瞧瞧，这多好的饭菜，咋没吃几口呀？林姐姐，你不在洒扫房待着，来我这干嘛？这灶房油烟这么重，可别把你的衣裳给染了味儿。谁料那妇人自顾自地在灶房里转着，这灶房倒是被妹子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也好，以后妹子高升了，后来的人也好习惯，你说是不？这灶房的菜刀挺重的，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拿得住的。那我就请等着妹子今晚的饭菜了，希望那贵人能多吃一口。说着捂着嘴巴，像只花母鸡一般咯咯咯地笑着离开了。这要是晚饭再不吃几口，我这脸面可就丢鞋底儿了。那林婆子还不得怎么在我面前趾高气扬？林婆子是夫人的陪嫁，在府里管着内院花房和洒扫，早就对油水颇多的灶房管事位置虎视眈眈。梅婶子，角门有人找。谁找我呀？那人叫啥桃花来着？你去跟他说声，我现在没空。梅三娘现在一脑袋浆糊，哪有空去见人？那我就去回了他。小丫头正要离开，红豆，那人可是叫王桃花？对，就叫这个名儿。梅三娘立马想起了那日买木耳的场景，难不成又有什么好山货？想到这儿，她脚下如风的跑去了角门。桃花丫头，你找我？梅婶子，上次你不是说有新鲜山货跟你说一声吗？我这刚好得了，就来找你了。可是那木耳不是，是这个东西。就见里面是一团白色的丝状物。哎呀，这是猴头菇，正是猴头菇。梅婶子可要？要，当然要。丫头，你这猴头菇来的可真是时候，快跟我进来。王桃花进了孙府，只是稍微瞥了一眼，就低眉垂眼的跟在梅三娘后头。果然是个稳妥的孩子。因猴头菇难得，是山货中的金贵之物，于是梅三娘让红豆去找了管家。这是石管家。石管家，丫头啊，这猴头菇是你的？今日上午刚采的。石管家拨弄了下，见猴头菇色泽新鲜，脚上还带着苔藓，不由得点点头。这东西你要卖多少钱？石管家，你看着给吧。你就不怕我给少了？这东西虽说难得，但也是天生地养，我有幸得到了也是运气好，多卖一些少卖一些我都赚了。再者，我听说孙府是县里最公道仁善的人家，并不屑于做诓骗之事。哈哈哈，丫头啊，你可是真聪明。你既然都这么说了，老夫也定不会让你吃亏。这猴头菇往府里也是有进过的，论成色大小却是不如你这个。这样，我给你5两银子可行啊？啥？一个破蘑菇就卖了5两？我的天爷呀，那可是上千斤粮食，500多斤猪肉啊！你若是嫌少，老夫再给你加些。不，石管家，你误会了，就按5两银子吧。石管家再次露出一抹欣赏。王桃花拿着那锭银子，简直是在做梦。石管家走后，王桃花还沉浸在5两银子的世界，傻呆呆地站着。丫头，你这背篓里可还有其他东西啊？梅婶子，那长虫你可怕？梅三娘一头雾水，这怎么就说到蛇身上？情不自禁地点点头。那你闪开点。梅三娘下意识地往后退了2步，一条花色斑斓的蛇就掉在了地上。娘呀！梅三娘吓得魂儿都要飞了。婶子别怕，她已经死了。王桃花用脚踢了踢，果然蛇一动不动。丫头，你胆子可真大呀，这么大条蛇也敢背在身上。阿弥陀佛，吓我一跳。婶子，这蛇也是今天刚打开的，现在的蛇腰猫冬最是肥嫩，说是做成蛇羹保准鲜美。府里可是要吗？今日有了那猴头菇，定能满足那公子口味，可明日又没菜了。刚好这条蛇这么大，收拾出来，明日做个全蛇宴，岂不正好？你可真是婶子的及时雨呀！这蛇婶子要了。梅三娘蹲下来，小心翼翼地用火钳戳了戳蛇，又翻了个面。丫头，这蛇往年庄子里也往府里送过几次，不过婶子还真没出去买过。这样吧，婶子不让你吃亏，给你按羊肉价收，你看可行？行的，婶子你看着办。昨日羊肉价30文1斤。王桃花对这个价格十分满意，过了秤，这条大蛇足足有11斤7两，就算12斤了。很快，红豆就拿来3吊另60文钱。
王桃花从里面拿出10文钱塞给红豆。红豆，今日辛苦你了，这钱给你买点零嘴。谢谢姐姐。一旁的梅三娘含笑看着，心里对王桃花更是满意。王桃花拿出1串钱塞进梅三娘手里。婶子，今日多亏有你，不然我这东西也卖不出去，这钱你别嫌少，拿去喝杯茶吧。丫头，婶子也不跟你客气了，这钱婶子可没脸收。要仔细说起来，婶子还得谢你，这府里来了贵客，我正愁用什么招待呢。你瞧瞧，我这愁的嘴里都冒火泡了。有你这2样东西，婶子啊，今晚总能睡个好觉。听他这么一说，王桃花也不推脱了，把钱收了起来。那行，我就不跟婶子客气了。丫头，下次有啥好的山货，尽管来找婶子。行，婶子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就见梅三娘从笼屉里拿出1碟子糕点，用荷叶包了，又从碗柜里拿出几个油纸包，还有半个口袋。丫头，你来一趟，婶子也没啥好送的，这是我新做的1碟子栗子糕，尝尝婶子的手艺。还有，这是几包油炸的果子，口袋里的是今年庄子里新收的稻米。你这身子太瘦了，拿回去熬点粥喝。婶子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拿着拿着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这辈子啊是没有女儿福了，只养了2个混世魔王。你呀，婶子瞅着就欢喜。说着就不管不顾地塞进背篓里。扫墨正从外面买东西回来，远远的就看到了王桃花出了角门，正想上去打招呼，人就不见了踪影。爷，我又碰到那个姑娘了。哪个姑娘？你在这县里相好的？小的天天跟在爷身边，哪有时间找相好的？就是那个跟牛三打架的，然后办抽奖的姑娘，她来孙府了。她来孙府干嘛？难不成来这府里做丫头了？爷，你可不知道那个丫头有多能折腾。这几日你吃的木耳就是她采的，今天又来送菜，说是摘到了猴头菇，还打了一条大蛇。什么大蛇？有多大？说是有10来斤。扫墨就见自家公子飞快地跑了出去，梅三娘正拿着刀对着蛇比划着。慢着，谁在那里下叫呀？老娘！就见一个面如冠玉的年轻公子飞快地跑到了自己前头，兴致勃勃地看着那条蛇。孙老爷和石管家就匆匆赶来。这蛇是那个叫王桃花的姑娘送来的。梅三娘还在那发呆。贵人问你话呢，还不快说？对，是那小姑娘送来的。莫不是这蛇有问题吧？骆子玉用手按了按蛇，又比划了下大小，提起来掂量掂量。这么大的蛇也能打到，这丫头够狠呢。今晚本公子要吃这蛇，不知贵人想怎么吃啊？无妨，你做就是了。哦，对了，下次那丫头来了跟我说一下。几人互相看着，心思百转。石管家呀，以后那丫头来卖货，无论什么高价都收下。还有今日这蛇宴，你全程看着。老爷，你放心，老奴一定交代下去。很快，灶房里就忙碌了起来。王桃花摸着怀里的5两银子，简直要笑疯了。石头大哥，忙着呀。桃花，你来了，我都盼你好几天了。盼我做甚？你上次提的方法太好用了，咱们药铺干活的速度都快了。托你的福，掌柜的现在让我专门负责抓药这块，还给我涨了工钱。这份点心是我的心意，你一定要带回去吃。王桃花也不矫情，接过点心，朝后头的柜子看去，果然白纸黑字儿已经贴上了药名。石头哥，你太客气了，还费钱买东西干嘛？我这就是个举手之劳，那我就恭喜石头大哥升职加薪了。桃花，你这次来卖什么药草啊？今天我不来卖药草，我来买药。你要买什么药？我想买一些驱蛇虫的药。你也知道，我要常去山里采药，有这些药也安全点儿。这倒也是。去后面的药阁里面翻出2个瓷瓶，这瓶黄的是雄黄粉，里面还加了一些其他药材，驱蛇最是好用。这瓶绿的是防蚊虫，上山时候涂抹在身上的，蚊虫就不敢来叮咬了。王桃花听到有这么好的作用，这下去山里就安全多了。石头大哥，有没有让人晕倒的药？石头吓了一跳。我的姑奶奶，咱们这是医馆，那种害人之物怎么敢出现呢？可别乱说，这要是被官府知道了，非得被抓去坐大牢。王桃花这才想起，古代蒙汗药大多都是小偷拿来干坏事的。石头哥，你别紧张，我就问问。你也知道，我一个姑娘家，成日里抛头露面的挣银子养家，就怕遇上坏人，这不才想到买点厉害的药防身。蒙汗药没有，不过这治人的药粉我倒是知道一种。啥？是什么啊？
以前我们铺里有个坐堂的老郎中，是打蜀中那边来的，他最擅长配各种奇奇怪怪的药粉。我那时刚来铺里，跟在他后面帮忙了几天，学会了一种药粉，叫做痒痒粉。痒痒粉就是撒在人身上会巨痒无比。石头哥，那你赶紧给我配些吧，这东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那你等着。石头忙着抓起了药，然后石头又把这几样药材倒在一个石臼里研磨了起来。许是空气中散了些，王桃花竟然感到脸上有些痒了起来。桃花，这东西一碰到皮肤就特别痒，你可千万要小心，若是碰到了，只要用薄荷泡水擦洗就能解痒了。好好，我记下了。石头哥，你可是帮了我的大忙。王桃花如获至宝，正要离开，又想到了山里看到的几味药草。石头大哥，那益母草、车前草这些你们收吗？收啊，不过这些东西都是些常用的药草，卖不上什么价钱。益母草1文钱10斤，车前草1文钱20斤，而且要干货。这么便宜，自己山上山下来回2个来小时，就赚个1-2文钱，不划算。再说等王大坤从海棠馆出来，已是第2日下午，5两银子已经花个精光。他脚步有些虚浮，腰间一阵酸痛，心里却喜滋滋的。这玉明真是比女人滋味还足，下次非得再来个痛快。他摸了摸怀里的药粉，心里颇有些得意。这药粉名唤落梦散，是青楼厨馆里对付不听话的姑娘用的。王桃花，堂哥的好日子就靠你了。不过那丫头精明得很，这事儿我得好好合计合计。王桃花出了记事堂，就直奔杂货铺子。他在杂货铺子里看了一圈，最后买了2个大罐子，一个汤婆子，锅碗瓢盆也都置办了一副新的。老板，你家有枣豆吗？有，姑娘，你要几个？从一个盒子里摸出一个黄褐色球状物，递给王桃花。姑娘，我这枣豆都是葛州来的，最是细腻，里面还掺入了栀子花汁，又好用又好闻。这就是古代的香皂了。老板，这怎么卖的？只卖20文钱。一个香皂竟然卖得这么贵，难怪村里没人舍得用。可一想到这些日子自己只能用清水洗澡，还是一咬牙买了一块。王桃花又买了2床棉被、1床褥子、2斤肉，东西太多，王桃花干脆花8文钱雇了一辆牛车回家。等牛车进了村儿，又引起了一大波人的注意。虽然上次勾搭男人的事情已经解释清楚了，但今日买东西的钱又是怎么来的？难不成这死丫头又找到什么发财的东西？哎呦呦，桃花这一大车东西花了不少银子吧？你这是找到了生钱的好法子，也跟婶子几个说说呗。王桃花瞥了他一眼，没有搭理。瞧瞧，这是赚了钱，看不起咱们喽。王振芳自顾自地去翻了棉被，不料手上被重重打了一下。死丫头，你干嘛呢？这位婶子，不好意思，以后没经过我同意，请不要动我的东西，咱们不熟。黄振芳气得双手叉腰，就准备开骂，不料王桃花拿几个大铁勺挥了挥，对方立马闭嘴。王桃花就这么在大家注视下大摇大摆地回了家。再说王桃花到家后，把床上那2床破被子全垫在了席子下，然后铺上了新棉被。王少安在上面打了个滚儿。姐，这被子真软，真暖和。少安，今日姐在山里采了个好东西，卖了些钱。王少安看着那雪白的银子，心里很是兴奋，拉着王桃花就要蹦跶，却不料扯到了王桃花手臂上的伤口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手臂不小心擦破了点皮。等王少安看见王桃花裹得严实的胳膊，姐，你骗我，胳膊都裹成这样了，肯定是很重的伤，我给你吹吹。娘说过，吹吹就不疼了。接下来，这个24孝好弟弟就开始了重解模式，做饭他来，铺床他来，洗脸水他来，就差把饭喂到嘴里了。等吃过晚饭，王桃花把2个新罐子装满灰面，又把那袋地瓜放进了篓子里。少安，这些东西也要拿去地窖。姐，我去吧，你还受着伤呢。你当姐是豆腐做的呢，梅大娘看过了，问题不大。再说这东西挺重的，你也背不动。姐，我行的，让我去吧。在姐弟俩蚂蚁搬家下，把另外2罐灰面和一袋地瓜全送去了地窖。王桃花还把那锭银子和李康平的玉坠子用帕子一包，也留在了地窖里。王大坤回了家后，就神秘兮兮的把刘氏拉到了自己屋里。娘，桃花那事怎么说？人家周家催得紧呢。坤儿啊，那丫头自从撞了头后，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你知不知道，前几日她来家里闹了一通，把屋顶都给掀了，还有那对青花花瓶也被砸得稀巴烂。我瞅着这事儿啊，难。
反了他了，一个孤女还敢来我们家撒泼，我这就叫上大海一起去教训教训他。你别去，这丫头现在找了村长当靠山，猖狂的不得了哟。不就一个村长吗？周家摁死他就跟摁死一个蚂蚁一样。刘氏本就是个精明人，见自家儿子这么操心这事儿，想了想还是问了出来。坤儿啊，要不让香香去吧，她是你嫡亲的妹子，周府那条件多好啊，有月钱，吃住又不花钱，干嘛便宜了那个贱人？不行，坤儿，你跟娘说句实话，桃花去周家真是给周家小姐当贴身丫鬟？不当丫头，难不成要当小姐？这事儿大家迟早得知道，与其遮遮掩掩，还不如把刘氏拉到我的阵营，我也好动手。我跟你说实话，那周家打着幌子给小姐选贴身丫鬟，其实就是周少爷在给自己选暖被窝的丫头。桃花那个贱人被周家少爷看上了。啥？那贱人被看上了？我就说这死丫头成天往县里头跑，原来是招蜂引蝶，勾搭人家了呀，跟那白氏一个货色。转念一想，那头又摇了起来。不行不行，她要是嫁去了周家，我们家能落得什么好？以后还不被她踩到泥底子下去了？谁说嫁人了？就凭那贱人一个村姑，还是被退了亲的，也敢肖想当周府的少夫人？那平川县谁不知道，周少爷最是贪心好色，他看上那个丫头不过就是图个新鲜玩玩而已，这山鸡永远当不了凤凰。娘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要是成了，周家给这个数。王大坤伸出一个巴掌，5两银子。怪不你只能围着家里这1亩3分地转，什么5两，那是50两。其实周满说事成之后是给100两银子的。王大坤自私到了极点，连自己亲娘都骗。50两！刘氏拔高嗓门，王大坤立马捂住他的嘴巴。娘，你再大点声，这银子可就跟你没关系了。指了指刁婆子屋子方向，刘氏点头表示明白。我的老天爷呀，这可是50两银子啊！50两啊，可以买10来亩好田了。王大坤就那么自顾自地喝着茶，直到看到火候差不多才说道：娘，这事儿光咱们可做不了，还得咱奶帮忙。我的儿，你没发烧吧？那个死老婆子要掺和进来，咱们1分银子也别想沾手了。你想啊，我奶毕竟是那个丫头的亲奶奶，有她出手，咱们可是省事儿的多呀。退1万步来说，要是真出事儿了，还有她在面前顶着呢。还是我家大郎想的周到。行，那就跟你奶说，周家给的是30两银子啊，不，20两银子。等事情成了，娘给你1两银子零花钱，剩下的娘给你们兄弟俩攒着，以后给你们讨房好媳妇儿。这事儿我牵的线，又忙上忙下的，凭什么白白便宜了那个没脑子的蠢货呀？瞧瞧，爹娘这心果然够偏的呀，好在自己留了一手。行，那这事儿就娘去和奶说了。放心，你奶恨不得屙的屎都能变成银子，有这20两银子，这事儿保准能成。果然，等刘氏去了一趟刁婆子屋里，不多时就传来刁婆子杀猪般的呼喊声，那声音里满是雀跃与激动。坤儿，坤儿，快来奶房里！王大海听到声响，出来就看到王大坤被刘氏从门里拽进了刁婆子的房间，顿时吐了口唾沫，瞧那死下巴都快戳破天了，呸，准没好事儿。突然他眼珠子咕噜一转，蹑手蹑脚地朝后院走去。坤儿啊，周家真愿意出20两银子要那丫头？是的，奶，也不知道那个丫头在县城里怎么勾搭上了周少爷，周家正要找人说相呢，刚好我知道这事儿，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就把事儿给领了过来。屋后的王大海又气又急，这么好的事儿竟然没想到自己，看来奶和娘说疼他也是假的。好好好，果然是奶的乖孙子，这事办得好，你二叔欠老婆子的养老恩就得让那贱人还。娘，这事儿有些难办呐，那丫头可不会乖乖听话，她可凶得很，还反了他了。他要么乖乖去，要么我让大坤、大海带上绳子绑了他去，只要进了周家门，要死要活就不关我们的事儿了。娘，这么大张旗鼓不好吧？村里人都看着呢。再说村长那边，我老王家的家事谁来管？我老婆子催死他，村长来了也没用，这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。他算老几？再大能大过县太爷？奶，要是这么绑了去，难免被人家说咱卖孙女儿。再者，周家面子也不好看，毕竟大户人家也讲究。大
大孙儿，你有什么主意？说来听听。刁婆子知道王大坤从小就聪明得很。奶，那周少爷给了我一包药粉，吃了后人就睡过去了。到时候咱们借口送桃花去县里看病，然后神不知鬼不觉的就送去周府。只要周少爷得了他的身子，这白花花的银子不就得了吗？主意是好主意，可是事后那丫头寻死觅活，会不会扯上我们呢？周家的大小姐可是给知州当如夫人呢，咱们县的县令见了周老爷都得客客气气的。前头几个姑娘也有寻死的，最后周家用100两银子打发了，半点事儿也没有。哎呀，天爷呀，死了还得赔100两银子！老婆子，我天天猪肉肥鸡可劲儿吃，100年也吃不完呢。奶，就算那丫头不寻死，以后也会成为咱们的摇钱树。婆媳俩很是疑惑的看来。别忘了，她可宝贝那小崽子了，只要我们把那个小崽子控制住，她的月钱赏的银钱不都是我们的吗？好，我大孙儿就是聪明，这事儿要成了，奶给你一吊钱吃酒去。奶，我也要一吊钱。王大海从窗子后头露出个头。你个糟温的，吓老娘一跳！什么事儿都净往前凑，还不快给老娘滚过来！王家几人开始齐心协力地设计找王桃花。前几日张大娘地里收了萝卜，送来了一大篓。王桃花想着现在日头还不错，就挑出一部分切成筷子粗细一条，然后晾晒在簸箕里。王桃花，奶叫你过去一趟。王桃花瞥了他一眼，没有回应。王桃花，你聋了吗？奶叫你过去一趟。王香香，你有病啊？咱们两家什么关系？用脚趾头都能想清楚。井水不犯河水也就算了，干嘛还来招惹我？你当我愿意来你家呀？奶说今天是爷的忌日，让你去祭拜一下。王桃花一愣，这就不好拒绝了。行，我们收拾一下，马上就过去。等王香香走了，王桃花回屋里拿了一副香烛，待会儿去了大伯家，咱们祭拜完爷爷就回来，那里的吃食咱们都不要碰。阿姐，我明白的。等两人到了王有贵家，就发现上次的条桌上又摆上了一对花瓶，屋顶也补好了。这日子看来过得蛮不错嘛。屋里除了王大海，其他人都在。奶、大伯娘。王大坤有好段日子没见着王桃花了，这么一瞧，倒发现自家的这个堂妹越发比之前漂亮了。这颜色又识字，年龄正好，周少爷一定喜欢。这厮笑得这么恶心，那眼神仿佛要吞了我。这里面肯定有事儿。来了就给你爷上炷香吧，让他保佑你早点嫁出去，不然呢，就你这种没爹没娘，性子又刁蛮无理，还带着个拖油瓶的，谁家敢娶呀？不得烂在家里，白白坏了我们王家的名声。这老婆子是多久没刷牙了？真是从她嘴里一句好听话都没有。那就不劳奶操心了，再怎么说我也是王家的血脉，也肯定会向着我的。这话的潜在意思就是在王家你才是外姓人。你个牙尖嘴利的死丫头！刁婆子还想发火，被刘氏扯住了，顿时闭上了嘴巴。这一切都让王桃花感觉有些奇怪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与此同时，一道身影溜进了王桃花家。王大海来到屋里，从怀里拿出一包药粉，就往盛水的铁壶里倒了进去。可别怪做哥哥的狠心，要怪就怪你自己命不好，上次还敢打我，哼，这次有人会收拾你。他看着屋里新添置的棉被等东西，得意极了。过了今天，这些东西都是我家的了。王桃花带着王少安点了蜡烛，烧了香，拜了3拜，就准备拉着王少安走人。刘氏却从灶房里端来一碗姜茶。天气冷了，桃花喝碗姜茶再走吧，这次伯娘可是放足了糖，可甜了。不用了伯母，我们家穷，经常吃不起饱饭，肠胃弱，喝不惯姜茶。说着连招呼都没打，就带着王少安走了。这死丫头还敢在我面前拿桥摆谱，老婆子我催不死她。奶，别气坏了身子，别忘了咱们还要办大事呢。大海回来了没？应该在路上了，我出去看看。再说王大海出了王桃花家，就趾高气扬地往家里走去。臭丫头，见了二哥也不叫，哪里来的二哥？我只见到一条狗拦在路中间。你这个臭丫头，死到临头了，还在那里胡搅蛮缠，看你还能笑多久？死到临头？王大海，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什么叫死到临头？死到临头就是他突然想起王大坤的交代，赶紧捂着嘴巴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好险，差点就被这死丫头套出话来了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没头没脑地往家跑去。王有贵家，王大海跟只发情的土拨鼠似的，
在堂屋里转来转去。娘奶，都过了1个多时辰了，要不我去看看？再等等，那丫头精怪得很，别打草惊蛇了。奶，让二弟去看看也行，现在正是饭点，二弟啊，你就远远的看看，若是他们家灶房有冒烟，咱们就得再等等，若是没动静，咱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了。还是我大孙子聪明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很快就来到了王桃花家附近，屋里静悄悄的，灶房也没有起烟，大喜过望，立马马不停蹄的跑回家。王桃花带着王少安站在屋后的山坡上，看得一清二楚。少安，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大伯他们马上就来了，咱们按原计划进行。姐，我怕大伯他们会不会伤害你？少安，你相信姐，姐会保护好自己的，反而是你一定不能露馅。等他们走了，你就去找村长。王桃花就是要置死地而后生。几人进了屋子，就看到王桃花扑倒在地上一动不动，王少安也趴在床头呼呼大睡，地上还有2个碎碗。果然成了。王大海和刘氏激动不已，王大坤比较谨慎，上前叫了叫，推了推。事不宜迟，二弟快把这个贱人抱上牛车，记得蒙上被子。好嘞，哥，那这个小崽子呢？别管他，反正等他睡醒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果然是在谋算我，我就看你们能耍什么花样来。随即就是一床散发着汗臭味的被子盖上来。刘氏还在屋里四处寻摸翻找着，这死丫头把银子藏哪里了？不会都被他买光了吧？败家子哟！娘，赶紧走，反正这些东西也跑不了，等把这个贱人处理了，赶明全搬回家。好，这就走。顺手抱起一床新棉被，要把柜子里2人的新棉袄夹在腋下，门都没关，就匆匆离去。王少安等了好一会儿，估摸着几人走远了，飞快地从床上爬了起来。姐，你一定不能有事儿，我这就去找村长。飞快地朝村长家跑去。再说王桃花躺在牛车上，一路上颠簸的都快要散架了，可只能强忍着。谁让那王大坤那般狡猾，就坐在一边看着。但凡王桃花有点风吹草动，他保准下死手。大哥，这人送到州府，银子就能拿到吧？到时给我过手瘾，这可是20两银子呢，我还没见过呢。二弟，只要你跟着大哥混，别说20两，就是200两，我都能让你摸到。是，大哥厉害。呸，这鸟人比我还能说大话，也不怕闪了舌头。约莫1个小时后，牛车停了下来。王桃花飞快地瞥了一眼，州府，这是哪？周管家人在哪儿呢？在外边牛车上。很快盖着的被子就被掀开了。瘦是瘦了点，长得倒是不错，快把人带进去，少爷书院也快下学了。好，老二背人进去。与此同时，王少安已经带着村长向王有贵家走去。刁婆子几人正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拿了银子后该怎么花。奶，我呢袄裙都穿了好几年了，去年你给大哥二哥都扯了新料子，这次怎么也得给我扯2身新料子了吧？扯，奶这一次啊给你扯细棉带花纹的。奶可真好，就是那王母娘娘下凡尘呐。刁婆子笑开了花，娘，这么些年来我这出门也没跟簪子装门面，没得让人说嘴。你看，要不这次给我打根簪子，分量轻点儿，也不碍事儿。新的就别打了，看在你给我老王家生了2个好孙子的份上，回头从我那边拿根给你。回头咱们再给几个爷们儿置办一身带绸子的衣裳，美得让那些穷腿子看清了咱们家。娘，你可是这10里8村顶好的婆婆了，媳妇真是掉进福窝窝喽。几人正谈笑着，就看到王梦山等人走了进来。有贵呀，听说你家大郎和二郎把桃花给带过来了。桃花没有过来呀。大伯母，你说谎，我亲眼看到大堂哥和二堂哥用绳子把我姐绑走了。死崽子，你不是。大伯母，你是不是想说我怎么没有被迷晕？因为我没有喝那铁壶里的水，我看到阿姐被你们拖走了，我害怕就故意装晕。你个死崽子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谁迷晕你们了？谁拖走你姐了？村长，他一个6、7岁的小孩说的话可不能信。村长爷爷，我没说谎，你瞧着桌子上的棉衣和被子就是大伯娘从我们家拿去的。我姐怕衣服被子被人给偷走，都会在衣服和被子的脚上绣一朵桃花。说着噔噔噔地跑过去，拿来一件衣服翻开，大家果然看到一朵小小的桃花。刁氏啊，按理说这是你王家的家事，可毕竟有贵和有才是分了家的，现在村里发生了这要人绑人的事，
我作为一村之长，就不得不过问几句了。你们把桃花带哪儿去了？大家别听这小兔崽子胡说，我们就是刚好去他家，看到桃花晕倒了，给送去县里瞧病，怕大家担心，这才没说。看病？什么病啊？是妇人病。对，这桃花虽说是个下堂妇，但到底是个13、14岁的姑娘家家，还是得给留点面子。村长，你说对吧？婆媳俩这么一说，王梦山倒真不好问。你们骗人，明明是你们把我姐给迷晕了。你这个兔崽子，毛都没长齐，就敢污蔑长辈，看我老婆子不抽你！刁婆子把鞋子脱下一只，就要去抽王少安。好在这时王铁牛匆匆跑了进来。村长，我把桃花家的水壶拿来了，我去给梅娘看过了，里面的确是被人下了迷药。刁氏、刘氏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这迷药向来是我大梁的禁药，你们也敢用？你们几人入室要人，洗劫财物，还把人给绑走了。今日你们若是不说个明白，我就去官府报案。听到官府2字，婆媳俩还是有些害怕的。王香香怕得要死，缩在角落，大气不敢出。哎呀，误会呀！王铁牛早就恨死这婆媳俩了，这下有把柄在手上，非得剥他们一层皮下来。刁大娘，你们用迷药迷倒了桃花，不会真的那么狠心把桃花给卖了吧？立马前来的村民议论纷纷。作孽呀！哎呀，桃花长得好看，不会卖到那肮脏地方去了吧？这下好了，所有人都开始指责王家几人了。刁大娘，这桃花再跟你不亲，也千万不能卖去那烟花之地呀，那是要让人戳脊梁骨的。阿弥陀佛，这是要影响全村的姑娘呀！要是村里出了个烟花女子，那就是村子风气有问题了。4邻8村的人谁敢上门求娶呀？哎呦，大家可别乱猜了，我没把那丫头送去青楼，我这是给她找了个好去处。那县里周员外家的少爷看上了桃花，难得他家不嫌弃，托人来说，可这死丫头犟得很，就是不肯答应。大家伙都知道她是被退婚了，以后能嫁什么好人？还不得我这个嫡亲的奶奶替她筹划筹划。是呀，婆婆为了牵这条线，可是好几天都没合眼呢。这男女婚嫁自古讲究的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桃花的爹娘去了，可不得到我们做主，总不能看着这么个水灵灵的姑娘守一辈子活寡吧？再说那周家有钱有势，这桃花进了门，可不就是享福吗？这番话一说，众人顿时闭上了嘴巴。县里的周员外大家都有耳闻，要是嫁进去了，可就是掉进金窝窝了。唯有张大娘不依不饶。桃花她还小，脑子糊涂，分不清好赖。老婆子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姻缘，难不成还白白浪费了？你们这是牛不吃草强按头，再怎么说也不能用这种手段逼桃花就范呢。她是个人，又不是那圈里的牲口，何况没有3媒6聘的，当哪门子妻？刁妹子，那桃花嫁进周府可是为妻？想得美！那周家高门大户的，怎么会让个乡里丫头当正妻呢？周少爷能看上桃花，就是桃花的福气，管他妻不妻妾不妾的，能做枕边人就阿弥陀佛了。刁婆子这意思还不明显吗？王桃花进周府，别说正妻了，连小妾都不能算，没名没分。我听说大户人家有专门的暖房丫头，就是给那些少爷老爷专门暖被窝的。周围几个人听了都是一脸嫌弃。你们真是狠心，把桃花迷了绑了，卖去大户人家做这种事儿，还空口白牙的说成朵花。你们家有田有地，还卖早就分家的2房姑娘，你们这张脸呢，比那茅坑都脏。咋哪里都有你个老货？我王家的事儿只有我王家来管，你这么爱管闲事，你怎么不去当县太爷呀？张大娘被怼得说不出话来，这又不是大荒年间，竟然卖儿育女，这老王家是要败了。那桃花也是命苦的，我听说大户人家没名没分的丫头都是任打任骂哟，那当家主母一不高兴就发卖得远远的。刁婆子被人说得面红耳赤，干脆破罐子破摔。我说你们一个个的都是先吃萝卜淡操心的，我是她奶，我想让她嫁就嫁，想卖就卖，你们管得着吗？还有她人就在周家，有本事就去周家把人带回来呀，个个3叉5眼的叽咕婆子的。王梦山被王家一众人的无耻给气得发晕。铁牛啊，你受累去趟县里打探下桃花是不是真的在周府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村长爷爷，王梦山心里一阵酸涩，要是王桃花真被卖去了周府，自己可就无能无力了。
孩子，没事，村长爷爷在呢。此刻，王桃花被兄弟俩抬进了一间卧室。王大坤呐，这事儿你干得不错，走吧，跟我去账房领银子吧。哎，周管事辛苦了，你们几个在这里看着。周管事叫了几个下人守在院子门口，等脚步声走远，王桃花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了起来。这里是县里大户周家。王桃花绕过屏风，立马被金玉之物晃花了眼。原来屋里陈设十分豪奢，百宝阁上摆满了五花八门的玉器和金银器，还有2个半人高的蓝底花瓶，插着孔雀翎羽。王桃花赶紧跑到百宝阁前，摸摸这个，瞧瞧那个，果然是富贵迷人眼呐。他拿起一匹小半个手掌大的金马，咬了一口，还真是金的呀！你周家竟然做了这等下作事儿，就该好好补偿补偿我吧。于是毫不客气地塞进了怀里，打开另一个屉子，就见里面放着一些拇指大小的金银克子。王桃花也不客气，把那10几个金银克子全放进了钱袋。又见有一把黑色皮革包裹的匕首，想着拿着防身不错。这时屋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少爷啊，那姑娘还没醒呢。那正好，我先试试味道怎么样。少爷啊，王大坤说了，这姑娘性子烈得很，要不我们在门外守着？不用，什么样烈的马，本少爷没有骑过呀。你们都到院子外面等着，别打扰了爷的雅兴。紧接着门被推开了，又被关上。等周满看着熟睡中的王桃花，猛吞了口水。王大坤果然没有骗我，确实是一个含苞待放的美人。今晚本少爷要好好的品尝品尝。就动手去解王桃花的衣服。王桃花嘴角一翘，一掌劈在了他后脖梗上。周满愣了下，随即露出猥琐的笑容。美人，行了好，可以跟本少爷好好的快活快活。王桃花有些傻眼，怎么没用啊？正想再次劈去，不料那胖子抓住了他的手。美人，你这细胳膊细腿的，就别再挣扎了，省得爷把你给弄伤了。只要你乖乖从了本少爷，我就让你当妾。这吃穿用度，本少爷绝对给你最好的。我呸！你个满脑肥肠的大猪头！哎呦，果然是个烈性子，爷喜欢。说着翻身就要压下来。哎，等等！王桃花吓了一跳。美人，你放心，爷最懂女人了，绝对会对你温柔点的。王桃花胃酸翻滚，他捏着嗓子笑道：爷，奴家刚才想明白了，留在这府里多好吃好穿不愁。不过你别急嘛，时间还早呢，咱们先玩个游戏，增进感情，好不好嘛？这娇声软语的，撩得周满心都醉了。美人想明白就好，玩游戏好啊，本少爷最喜欢玩床姿之间的游戏了。美人，你要如何玩啊？我们来玩捉迷藏，你先闭上眼睛。好，本少爷来找你，找到了可要乖乖就范呢。等他把眼睛蒙上后，他朝四周看了看，也没趁手的工具，突然想到怀里那匹金马。周满脑袋一疼，闷哼一声倒了下来。咱公子动静这么大，应该是入相了。哎，那姑娘我刚才瞅着了一眼，长得水灵清秀啊，也不知道咱公子这么大体魄能不能承受得住，受不住也得受啊，不然公子的火气不得发在咱们身上啊。王桃花嫌弃地看着脑满肥肠的周家少爷，你个死猪头，还想占姐的便宜，得赶快逃出这虎狼窝，可要是日后这死猪来村子里找麻烦，又该怎么办？不管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到时再说吧。透过门缝看到院外守着2个下人，正门走不了，开了窗，外面是一座假山，一丛修竹，然后是一堵粉白的高院墙。看来周家公子这院子挨着院墙，真是天助我也。手脚并用的从窗户爬了出去，然后顺着假山往上爬，只是这假山是太湖石堆砌的，表面极为光滑。王桃花吭哧爬了半天，也才爬到一半，离围墙还有2米多高呢。这时周满醒了过来，就觉得脖子上一阵酸痛。快来人！少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那娘们跑了，酒囊饭袋的狗东西，连个人都看不住。少爷啊，不可能的，我们俩在院子外一步都没敢离开啊。这时一人指着侧间的窗户：少爷，我知道了，他是从哪里跑的了，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去追！几个下人赶紧追了出去。这娘们要是被本少爷抓住了，非得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很快一伙人就来到了假山处，
看到了正在努力往上爬的王桃花。少爷，他在那儿，我有眼睛，还不快上去把他抓下来！王桃花见呼啦啦来了5、6个人，心里越发着急。小娘皮，你现在要是给我乖乖下来，也就既往不咎了，不然被我抓到了你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死猪头，癞蛤蟆，你强抢民女，不要脸！你放屁！你是老子花了100两银子买来的。哼，难怪王大坤说你的钱最好挣，本来我还不信，现在我觉得他说的没错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是你这头猪能听懂的吗？有些人可光长脑袋不长脑子，本姑娘没空跟你啰嗦，我还得赶着回去分银子呢。一番话说的周满面红耳赤，恼怒不已。好啊，你们竟然敢联合起来诓骗我，这就上钩了，还真是个猪脑壳。王大坤，你敢设计我，就该付出代价。气死我了！快把那个臭丫头给我拽下来，抓到她也有重赏。下人们听到有赏，那是干劲十足，个个爬得跟只猴子似的。抓到了！很快有个家丁就抓住了王桃花的腿了。嘿嘿，小娘子，你是逃不了的，乖乖去伺候咱少爷吧。王桃花看着那人就要爬上来了，情急之下从怀里掏出那匹金马，重重地朝他脑门扔去。哎呦！对方立马从假山上掉了下去，王桃花也来不及多想，往上一跳，扳住围墙，双脚使劲往墙上一蹬，闭上眼睛就往下跳去。水花四溅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不会游泳啊！等他扑腾了几下，才发现这水池只到腰部。少爷呀，那娘们跳进了孙家的院子里了，管他什么孙家侯家的，今天不把那个丫头给爷抓回来，统统不许吃晚饭，还杵着干什么呢？快给爷追去啊！少爷，那孙家不好惹呀，什么孙家不好惹，那我周家好惹呀。现在我妹子可是知州大人的如夫人，她孙家算什么东西啊？走，操上家伙，跟我上门要人。就这样，周满带着一伙人拿着棍棒浩浩荡荡地往孙府大门走去。再说王桃花好不容易爬到了池子边，就看临池的水榭里一双清澈的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自己，眼里全是戏谑，意外还有一丝惊喜。这人长得真帅，又穿这么好，看样子应该是孙府的少爷了。嗨，那个，我要说本姑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仙女，你信吗？那个我也不相信。王桃花又尴尬地挠了挠头。哎呀，女侠，是你啊！女侠？你说的是我？当然是你了，女侠，你忘了在那街上贼人抢了玉佩。街上？王桃花侧着脑袋想了想，哎呀，是你！女侠，你怎么会？说来话长，反正就是隔壁那死胖子绑架了我，被我翻墙逃出来了，然后就掉进了你家的院子，实在对不住，我马上就走。可是他朝四周看了看，这园子这么大，哪里才是出口呢？你现在要是出去，保准被抓走。王桃花跨出去的脚步顿时停了下来，表情飞快地变化着。那个孙公子，咱们商量个事儿呗。见王桃花把自己认作了孙府的少爷，骆子玉也不说破。说说看。我帮你拿回了玉佩，这次你帮我回村，以后咱们两不相欠，咋样？扫墨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了，这姑娘是在和主子谈条件吗？一个玉佩换一条命，我似乎有点吃亏啊。哎，不吃亏，你看啊，我魏如草芥，哪里比得上公子价值连城的玉佩？你说是不？这丫头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，爷的那块玉佩可是老公爷的贴身之物，乃是天山暖玉，价值千金，确实不是这丫头能比的。玉佩嘛，再珍贵不过是一件死物，你可是活生生的人呢，我还是有些吃亏的。这人也太没风度了吧，小气巴拉的，以后一定是渣男一个。骆子玉看着王桃花，眉头一会儿紧皱一会儿松开，眼神掠过自己，也是颇为嫌弃，就知道对方一定在肚子里说自己坏话。好吧，本公子今日酒足饭饱，心情愉悦，就帮你这一次。不过嘛，我还有一个要求。我就知道公子是个风度翩翩、风流倜傥、一表人才、道貌岸然。骆子玉闲闲的看来，哦不，是貌比潘安。那个要求是什么呀？我听说府里的猴头菇是你送来的，那就再送一朵来吧。公子，这天寒地冻的，我去哪里给你找猴头菇啊？上次哪里找的，就还去那儿呗。怎么样，这生意做不做？
本少爷不仅能送你回村，还能够保证隔壁的那头猪再也不敢来骚扰你。这巨大的诱惑让王桃花没得选择。不过那猴头菇不是路边的狗尾巴草，可不是1、2日就能找到的。无妨，你什么时候找到送来就是了。没有时间限制，那你就等着吧。姑奶奶绝对会在你埋进黄土之前完成你的心愿。这丫头又在打鬼主意了。再说周满带着10来个下人大摇大摆的来到孙府大门前，去叫门。爷，要不咱撤吧，老爷特意交代过，不要去招惹孙府。小的听说了什么？快说。听说孙府上面有人，不就是跟丁知县有些关系吗？你别忘了，爷的大姐可是知州大人最宠爱的夫人，还怕她不成？来人，去给我叫门。很快一个狗腿子就上去哐哐哐的砸门了。周少爷，你来我孙府有何贵干呢？石管家，我家有个丫鬟逃到你府上了，还请石管家行个方便，让我们进去找一找。周家那些阿杂事儿，石管家多少听过一些。周少爷说笑了，我们俩府邸有高墙相隔，哪个丫鬟有能耐跑我们孙府院子？有没有？你让我找找不就得了？费那么多话干什么？你我两府比邻，向来相处和睦。周少爷，你若是执意要闯我孙府，可就伤了两府的和气了。啊呸！你不就是孙府一只看门狗吗？本少爷耐的性子跟你说了半天，已是给你孙府情面了，识相点，就快给我滚开！石管家在孙府兢兢业业了30来年，何曾受过这等侮辱？周少爷啊，我府里有贵客，若是冲撞了，令尊交代不起啊！我姐夫可是知州大人，在这九江府，谁敢动我？不识好歹的东西！老夫劝你多次，已是仁至义尽。这块铁板就看你周家能不能提动了。来人，给老子进府搜！我看谁敢打扰了我们爷，你们都吃不了兜着走。又来一个装模作样的，来啊，把那个小子给我狠狠地修了一顿。立马出来2个家丁，卷起袖子就要冲上去教训扫墨。住手！赵明大哥，你敢坏我好事，我非让丁县令扒了你的皮不可。赵捕头理都没理他，径直跑向扫墨。小哥，这些歹徒没有惊扰到公子吧？赵捕头，我们公子说了，这外面的狗太闹人了，关上几天应该会听话些。好，小的现在就办。弟兄们，奉县太爷令，把这些聚众抢劫的贼子押回大牢。什么？你们要把我押回大牢？赵大明，你他娘的脑子被驴踢了吧？你可知道我姐夫是谁吗？周少爷，我当然知道了。不过本捕头提醒你，今日你可是得罪了贵人了，就算是知府大人来了，你今天也得关大牢。来呀，贼子反抗，拿铁链子把人绑了。赵大明，你敢绑爷，一定让姐夫打你板子。贼子拒不惜人，罪加一等。来人，抄家伙！几个衙役明晃晃的刀一拔，周满瞬间就怂了。赵捕头往他膝盖上一踢，周满就跪在了地上。这贼子力道大，给他上最粗的铁链子。你他娘的鸟人，我要扒了你的皮，拆了你的骨！聒噪！老马脱了靴子，把袜子塞在嘴里。老马得令，周胖子立马闻到一股臭味，胃里翻江倒海，脸都白了。小哥，这贼人已经被抓住了，小的这就带回去交差。若是有事让府里的下人来县衙找小的，小的立马前来。你这事儿办得妥当，能为贵人效劳是小的荣幸，那我就不打扰贵人休息了。周胖子还在挣扎着，赵捕头一脚就踹他屁股上了。快走！等扫墨回去，把事情略微说了一遍。这孙家果然有点能耐，连知州也不怕。唉，看来那猴头菇我是躲不了了。既然猪头被抓走了，那我也走了。孙公子放心，答应你的事，我会尽快完成。人都被抓走了，你这么急干嘛？我被抓走前，让我弟去找村长求救。现在村里没来人，可见我弟出事了，我得赶紧回去看看。本少爷心地善良，就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吧。扫墨，送他回村吧。爷是打算给这个丫头撑腰了呀，小的现在就去。看着王桃花匆匆离去的身影，骆子玉轻笑一声。县衙后头的花厅里，周东海夫妇已经喝了好几壶茶了，可是丁县令还是没有出现。相公，这丁县令好大的排场，我看咱们也别等了，现在就给婴儿捎信去，让知州大人给我们做主。夫人别急，这老话说县官不如县管，现在这丁汝章是咱们县的父母大人，咱们宅子生意都在这县里，总归是要与他打交道的，总不能每都麻烦了女婿啊。周东海，满儿可是我的宝贝疙瘩，那地牢是什么地方？蛇虫鼠蚁到处都是，我的宝儿多待一刻，就得多受苦一刻的苦啊！说着就抹起了眼泪。夫人放心，我已经跟牢头使了银子，咱宝儿在牢里不会受苦的。正说着，丁县令一身官服从门外走了进来。
东海兄久等了，县令大人，别站着了，坐吧。小儿愚鲁啊，做了傻事，还请县令大人手下留情。哎，非本县不通情理，实在是难呢。周东海哪里不明白，从袖子里掏出一沓银票，塞进丁县令的袖子里。还请大人通融通融，老夫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为人父母哪个不为孩子考虑啊？东海的心思本官明白，可是这事儿很是棘手啊。县令大人，只要能放了小儿，老夫必有重谢。本来老夫也想去找下知州大人的，又怕扰了他公务，所以只能厚着脸皮来求您了。这话说的就很有艺术，可谓是软硬兼施了。丁县令嘴角划过一丝不屑：东海兄啊，你可知令郎得罪的是何人呢？不就是孙府吗？县令大人，你堂堂一县之主，莫非还怕个商户不成？妇道人家心急口快，没有遮拦，还望县尊大人莫怪啊。孙某不足为惧，可他背后的大树却是你我撼动不得的。孙府的家主因何发迹，想必你也是知晓的。令郎得罪的贵人，别说是老夫了，就是知州大人亲自前来，也只有谢罪的份儿。周东海听了这话，仔细琢磨了起来。隔壁孙家的老爷子当年是京城护国公爷的小厮，后来放了奴籍回了平川县，治下这番家当，不说护国老公爷还在，就是现今的皇后娘娘也是出于护国公府。难不成孙府的贵人是贵人交代不报行程，所以这次周少爷想要出来，还得你亲自去孙府告罪。若是那贵人肯高抬贵手，令郎必定无事。可若是那牢里，老夫也会安排妥当的。等周家夫妇失魂落魄地走出县衙，于是就晕了过去。据说当夜夫妻俩就备好厚礼，又在孙府门口跪了一夜，直到5日之后，周满才被放了出来。等王桃花火急火燎地赶到沟子村，已经临近傍晚了。村里人看到一辆豪华的马车进村，都跟了上来，想看看是谁来了。刁婆子正在房间里藏着银子，刘氏正在拔着鸡毛。今日刁婆子得了银子开心，做主杀鸡吃。王大坤兄弟俩则躲在各自屋里，看着自己得到的银钱。王大坤昧下了50两，他看着那锭巴掌大的银锭子，又是亲又是啃，心里盘算着去海棠馆好好玩乐几天。就在半个时辰前，兄弟俩大摇大摆的回了沟子村。桃花已经和周家少爷有了肌肤之亲，谁要想要人，尽管往周府闹去。这下所有打抱不平的人都偃旗息鼓了。一来那周家可是县里的大户，听说女婿还是知州，这平头百姓怎么斗得过？二来木已成舟，王桃花已经与周家少爷有了夫妻之实，就算要回来也没人肯要了，还不如让他留在周家，至少衣食无忧。孩子，跟村长爷爷走吧，你姐回不来了，以后你就跟爷爷过日子。不会的，阿姐答应过少安会平安回来的。王少安挣开王梦山的手，就要跑去县里找王桃花。王家院门被人踹开了，刁婆子几个就一脸困惑的从屋里走了出来。看来我回来让你们很失望啊！臭丫头，你不是在州府吗？怎么回来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我爷、我爹、我娘看我太可怜了，不忍心被你们这群豺狼虎豹往火坑里推，就把我给救回来了。你个死丫头，说什么混话呢？我们送你去州府那是享福，你可别不知好歹。我还得谢谢你了，你既然这么喜欢州府，你怎么不躺周家少爷的床上去？刁婆子气得要吐血，王大坤心里飞速的转着，这丫头跑回来了，回头周少爷肯定得找自己麻烦。奶，咱们得赶紧把这臭丫头给捉回去，要不然周少爷一个不高兴就得把银子收回去了。那可不行，死丫头，你老老实实给我回州府去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怎么光天化日之下你是要我呀，还是绑我呀？我跟你说不能够，我现在回来就是跟你们这几个吸血鬼算总账的。村长一众人也来到了王家院里。阿姐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少安，你忘了，姐就是打不死的小强，可没那么容易被人打败。小强是谁？反正就是很厉害的东西。那我以后也要做小强，保护姐姐。好。王大坤给王大海使了个眼色，王大海张开胳膊朝王桃花走去，不料寒光一闪，娘呀，他有刀子！就见王桃花从怀里唰地掏出那把从周胖子房里拿来的匕首。桃花啊，不可呀！可王桃花置若罔闻，往前又走了2步。我叫你们一声奶奶大伯，是念着我
我爹的情分上给你们几分面子，就凭你们几个做的那些龌龊事，杀了你们都不解恨。你们要是敢动手，我就把你们几个全杀了，我一命换你们一家6口的命，不亏。要是几人，就感觉是黑白无常来索命了。整个院里院外死一般的安静。王大海仗着人多，猜测王桃花不敢动手，试着去拿门后的扁担，谁料王桃花直接一刀砍了过来，吓得他急忙往后退去。爹，咱们3个一起上，我就不信这小娼妇能有3头6臂。这时扫墨带着几个家丁拦在王桃花面前。你们是谁？别管我们家的闲事，不然老子这拳头可是没长眼睛的。一个家丁就抓住他的手，用力一掰。疼啊，快松手！我们是孙府的人，这位姑娘是我家主子的朋友，我们主子说了，谁要动了她，就是跟孙府作对。就在这时，王桃花转身朝王梦山跪了下来。村长，请你开祠堂，我王桃花要与他们家断绝关系。这话一出，满堂皆惊。在古代，以血脉关系形成家族，断亲可是头等大事儿。但凡断亲后，两家哪怕是至亲也形同陌路了。而且大梁以孝道治国，朝廷的律法有明文规定，父母可断儿女之情，儿女不可断父母之恩。违者罚没产业，徒3000里。即断亲者，需全孝敬之举，以资前赡养至终老。这也就是王桃花忍了这么久没动手的原因。他需要一个契机，能一把擒住王家大房所有人的命脉。丫头啊，若是断亲车了，他们与你再无关系，以后你家就算是真正的独门独户了。若是受人欺凌了，他们就没有理由出手帮忙了呀。村长，有他们在，我和少安才是最大的危险，你不必再劝我了。今天我就是要断亲。你个死丫头，心可真狠呐，还敢断亲，丢我王家的脸，看我老婆子不打死你！说着就要找东西打人。扫墨一抬下巴，孙家家丁往王桃花身前一站，刁婆子的气焰就灭了。好，老夫帮你们做这个见证，开祠堂。很快祠堂的钟声响彻云霄，全村的人都聚在了祠堂内外。祠堂里坐了一圈60、70岁的老头，这些都是沟子村的族老。王梦山把今日的事情说了一遍，族老们就议论了起来。你这丫头糊涂了呀，这舌头和牙齿也有打架的时候，这一家人哪有隔夜的仇啊？是啊，你与他们血浓于水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，一家人就该和和气气的，力气往一处使，才能把日子过好啊。丫头可不能断亲呐，没得让人笑话呀。古语有言，孝为天道，你这丫头好生不孝顺呢，亲奶奶还在呢，哪能做出这等猪狗不如的事啊，有辱门风啊。看族老们苛责王桃花，王有贵一家人扬眉吐气，十分得意。各位长辈资历深，见多识广，桃花有几件事不明白，还请指教一二。哪怕你说上天去，这不孝就是不孝。这古人云，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，诚不欺我也啊。这个掉书袋的老头是沟子村除王梦山外唯二的读过书的人，叫王孟坡。坡爷爷，你这话不对，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出自《论语》第17章阳货篇。孔夫子这句话并不是歧视女性，他说的女子和小人是一种泛指，指的是那些卑鄙无耻、阴暗狡诈之人。坡爷爷是读书人，胸有汪洋，自然不会断章取义，以偏概全吧。王孟坡顿时被怼得瞠目结舌，想多说几句，又怕被人说小肚鸡肠。姐可是文科高材生，想当年《论语》能倒背如流，跟我咬文嚼字，我怼不死你。一抬头就看到有个老头乐呵呵地看着自己，这是王梦山的亲哥哥王孟古。丫头啊，有道是家丑不外扬，可今日要断亲，就得让旁人明明白白的、清清楚楚啊。有什么话就说开吧，省得人误解了呀。好的，古爷爷对着刚刚讨伐自己的几个老头一一问道。都说夫为妻纲，可我乃分家时没有遵从我爷的临终之言，把田产对半分，请问这是何理？我乃苛待我娘人人所知，未分家前她一人揽尽家里所有的活计，分家后也是两家跑，生我弟第2天就被赶去地里干活，才落下了病根，就连病重之时还被我奶逼着做鞋，请问这是何理？我娘乃秀才宫独女，当年陪嫁颇丰，可我奶却把娘所有的嫁妆都抢要去了，请问这是何理？你个死丫头，胡说什么？谁磨难你娘了？谁又占了你娘的嫁妆？雕氏，这是祠堂，不要在这里咆哮惊扰了先人。雕氏这才不情不愿地闭上了嘴巴。
从我懂事起，我爹所赚的银钱全被我奶拿去，上个月又被我奶逼着借下栗子钱，最终惨死马大眼之手。请问这是合理？我弟少安被大伯王有贵以2袋粮食卖给人免费当5年学徒，受尽折磨，满身是伤，这是合理？我家贫寒都快饿死了，我奶他们还多次上门劫掠，连保命的2亩薄田都要讨要，请问这是合理？还有，今日我被他们一家人算计，药晕了，绑去州府，差点毁了清白，请问这是合理？王桃花和王少安两人挺着身子，眼里闪着委屈和愤怒。这7句，请问这是合理？问的几个固执迂腐的老头一脑门子汗，支支吾吾了半天也蹦不出半个字来。扫墨也听得瞠目结舌，他一直觉得自己从小就被卖去公爷府是很可怜的，现在这么一对比，自己简直活得太滋润了。这少安出生啊就猫那么大，他奶说养不活要扔山里去，还是玉芝从床上爬下来磕了好几个响头才保了下来。玉芝没吃下奶的东西，孩子饿得嗷嗷叫，还是老婆子我偷偷送了些白面去，熬了些面糊糊给他喂了下去，才活下来了。哎呀，可怜呢，这玉芝是家里地里连轴转，好生生一个人就磨得不行了，快咽气那晚还被逼着纳鞋底儿，可是这鞋子纳到一半人就没了。有才也是可怜，大冬天被赶去山里砍柴，回来时一双脚板都冻烂了。你们看看他有贵家10来亩地都是谁在种，到头来连一碗水都没喝上。有了张大娘带头，更多人出来爆料王家大房的恶心事儿。桃花啊，你和少安吃苦了呀，爷爷在最后问你们一句，断亲不后悔呀？不后悔，我也不后悔。好，那刁氏王有贵，你们可还有话要说？村长祖老冤枉啊，就那白氏的死能赖到老婆子身上，哪个儿媳妇儿不是这样伺候婆婆的？刁氏啊，这些年你做了多少丧良心的事儿，你心里有数，你真当大家的眼睛都是瞎的吗？大房几人也知道再狡辩也无济于事，反而会拱起大家的火气。娘，别说了，大家都看着呢。刁婆子见无数双眼睛冷冷的，心里也突突的，可还是想最后在二房身上榨点油水出来。要断亲也行，把我家的东西全还给我。他不是不稀罕跟我做亲吗？那屋子那地可都是我和老头子一起挣下的，还回来。人群再次沸腾了起来。这刁婆子也太不要脸了吧，这王家的地是祖上传下来的，那2间茅草屋也是刁婆子还没进门，王桃花爷爷就建好的。连刚才那几个声讨王桃花的老头皱起了眉头。刁氏啊，你糊涂啊！虽然桃花少安与你断了亲，可还是王梦岭的子孙呢，你这是要哪般？我不管，不把房子和地还给我，我就不同意。哼！刁婆子恶狠狠地看向一圈老头，你们若是帮着死丫头强逼我，老婆子我就撞死在这衙门口，到时县太爷保准要把你们抓进大牢。奶，你为什么这般讨厌我们家？刁婆子愣了一下，脑海里闪过一幅幅画面。那时王有才才2岁，蹒跚学步，多可爱。可他不，他甩了甩脑袋，心再次坚硬了起来。你和你爹娘一样，天生一副苦相，任谁会喜欢？别跟老婆子扯那么多，一句话，房子地给不给？王桃花为王有才有些怅然，村长爷爷把房子和地给他吧。丫头，你混说什么？没房子没地，你要冻死饿死啊！我王桃花有手有脚，还看不上那点东西，与其为了那点东西撕破脸，搅得2家人不得安宁，不如都给他吧，也算全了我爹最后的心意。不过我有要求，房子地可以还回去，但我1分赡养银子都不给，同时得把我娘的嫁妆还回来。你个死丫头，胡说什么呢？我什么时候拿过你娘的嫁妆？其他衣服首饰我不太清楚，可是3年前我娘刚死，我娘陪嫁的3箱书都被你抬走了，这事儿当时可是有很多人看到的。那书我早就引火用了，不还对吧？这亲我也不断了，地和房子我也不给了，毕竟那可是我爷留给我们2房的。但是你们合伙要晕我、绑架我的事儿就不能这么容易算了。现在我就去县里敲大鼓，求县太爷做主。你鬼扯什么呀？我家什么时候要晕你了？明明是你自己身子弱晕倒了。刚才他已经把那铁壶里的水全倒了，也洗过了。小哥，帮我个忙。姑娘，你说，帮我去搜搜他们的身。孙府几个护院就朝王家兄弟俩走去。你们要干嘛？护院在兄弟俩身上摸找了一遍，就从王大海怀里掏出一个纸包。我想
这就是证据。你这个蠢猪，不是让你把这东西毁了吗？我想着以后兴许用得着，就留了一些。王大海感受到家人的怒火，低下了头。按我朝司令，私藏禁药是要罚银100两的，囚1年；若是以禁药谋财害命，主犯则需要赐子发配边疆，为喂马之奴；从犯则囚10年。奶奶，听说那牢里到处都是蛇虫鼠蚁，跳蚤都是有指甲盖的，也不知道你这大把年纪能不能熬住10年呢？还有你那2个宝贝孙子，边疆之地战乱频繁，也许此生再也见不到了。一番话说的大房众人心惊胆战。奶奶，我不要坐牢呀！王大坤和王大海也是眼巴巴的看着刁婆子。娘，那书架在柴房都快霉烂了，咱们留着也没啥用，就给他们吧。这丫头就是个恶鬼投生的，千万别连累了咱们呀。好，我老婆子跟你断个干净。那书烧的差不多了，大海，你们去柴房把剩下的搬来吧。很快，王大坤和王大海就搬来一个破破烂烂的木箱子，就剩这些了。你要就拿去吧，什么破烂都扔，跟个花子似的。王桃花气得眼睛发花，3箱书就被这些畜生霍霍的剩了这么点儿。死丫头，东西也给你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屋子和地给你，就当抵了赡养费。那屋子虽不值钱，拿去养鸡养牛也是好的。地虽然是旱地，1亩也能卖2两银子，2亩就是4两银子，总比每年100文钱好。桃花不能做傻事儿啊！这眼下大雪就来了，你房子给他了，住哪儿？那地再不济，每年也能糊口饭吃，咋能说给就给？大娘、婶子们，你们别为我担心了，我跟梅大娘学了认草药，也去卖过几回药材了，没你们想的那么惨。现在虽苦了点，但能跟那家人断个干干净净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听王桃花这么一说，众人的心就放下了许多。很快，王梦山就写好了断亲的文书，一共3份。各家拿1份，另一份要送去县衙存档。今王刁氏与王有贵一家5口均与王桃花、王少安断绝亲人关系。王桃花自愿将田产2亩、茅屋1所还于刁氏，以全王父生养之恩。王桃花与王少安无需向其给予赡养之资，从此2家路桥2分，再无血缘瓜葛。双方就准备画押。等等，首府这件事儿，你必须当着大家的面发毒誓，不再追究。奶，你挺聪明的呀！哼，老婆子傲娇的甩过脸。王桃花和王少安当着众人的面发起了毒誓，不再追究州府的事儿。刁婆子这才按下了手印。今日有贵与有才，2家已恩断义绝，望各自安好。王桃花激动地收起那张断亲书，王少安也开心地咧嘴直笑。别说我不讲情面，给你3天时间收拾，记得3天后把地契送来，不然别怪老婆子不客气。丫头，虽然断了亲，可要活不下去，来家里讨口饭吃，大伯娘还是有的。娘，咱家的饭就是喂狗，也不要给他们2个白眼狼吃。刁奶奶，你们放心，我保证以后离你们家远远的，拉屎都离你们3米远。死鸭子嘴硬。等人群散了，祠堂里只留下村长、张大娘和王豆香娘俩。丫头啊，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？村长，我看那村子北坡下还有间空屋子，能否让我住一段时间？不行，那屋子太破了，怎么住人？桃花，这样，我把家里放杂物的屋子收拾出来，你搬我家住。桃花，你住我家吧，我家还有一间空屋子。桃花，你要住我家，我可得开心死了，咱们可以一起玩了。大娘、婶子，真不用了，我现在手里也攒了几个钱，粮食也备了些，这个冬天倒不成问题。等明年开春，我多去山里挖草药，争取早日建个青砖大瓦房。几人颇为意外地看着王桃花，这丫头倒是个有志向的。丫头啊，你这是早有打算？算是吧。那屋子空着也是空着，你若不嫌弃，就先去住吧。谢谢村长。王家断亲的事儿就此告一段落。这丫头果真如此凶猛，还敢拿匕首砍人？爷，那还有假？上百双眼睛看着呢。断亲砍人，她到底还是不是个女人呢？与此同时，正在收拾东西的王桃花打了个大大的喷嚏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回来坐马车鼻子窜了风。夜里，王桃花拿了几块大布头开始打包衣服。阿姐，这双鞋子也带上吧。王少安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双鞋子，上面缀满了补丁。他瞬间想起来了，这是白氏留下来不多的几个物件。好，咱们留着。我记得那老婆子还拿走了娘的陪嫁首饰，迟早有一天我全拿回来。今日拿回的那箱子书，傍晚姐弟俩已经清理出来了，一半都霉烂损毁了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
剩下的一半，两人擦去灰尘，在另一间屋里摊开了。王桃花看了看，里面刚好有启蒙的千字文、百家姓、四书五经也有几本，刚好冬日无事，可以让王少安看看。王桃花正收拾着，突然看到窗外夜色朦胧，一个主意闪过：少安，跟姐走一趟。阿姐，这大晚上去干嘛呀？去报仇。两人趁着月光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很快就在一个黄泥院子前停了下来。院角有一棵很大的樟树，还是王老头年轻时种下的。少安，你在这边看着，要是有人过来，你就学猫叫，明白没？阿姐，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放心，姐厉害着呢。嘘。说着，攀着树干像个秋千一样荡着，然后一点一点地往前挪动着，往有贵家院里静悄悄的。只有刁婆子的屋还亮着灯，这老婆子大晚上的不睡觉在干嘛呢？王桃花猫着腰，蹑手蹑脚地朝刁婆子屋里摸了过去。等路过刘氏夫妻俩的窗下，就听到一阵压抑的喘息声和木床的吱呀声。真倒霉，碰到这事儿！呸呸呸！刁氏的窗户关得紧紧的，上面糊了一层白棉纸，有几个破洞。就见刁婆子从床头的柜子里摸出一个匣子，又从怀里拿出钥匙，一通捅咕，匣子就开了。借着灯光看去，里面是几锭白花花的银子，这得好几10两吧。看来这老婆子挺能攒钱的呀。这屋里没一个好东西，成天惦记着老婆子这点棺材板。银子呀银子，你就是我的命根子，我谁都不给。一圈摸完后，刁婆子这才恋恋不舍地关上了匣子，突然又撅着屁股在床底的一个破笼桶里摸出一个巴掌大的盒子，里面是几只银簪子，一对银镯子。王桃花就感觉其中一只簪子特别眼熟，那个贱人当年让他把嫁妆交给我保管，还推三阻四的，又哭又闹，结果不还都在我手里？吃里扒外的东西也敢跟老娘斗，难怪年轻轻就死了。这些都是白氏的嫁妆首饰，难怪自己眼熟。王桃花气不打一处来，心里琢磨着，要不趁现在冲进去把这老婆子打晕，把银子簪子都给拿走。不行，我赤手空拳的，老婆子又那般肥胖，能不能打得过都说不定。再说王有贵两口子也还闹腾着呢，要是一个失手被这老婆子嚷嚷起来，我就可能走不了了。算了，东西让你再多留几天。他蹑手蹑脚的来到茅房，捏着鼻子在那侧绸上撒了些粉末，明天就等着看好戏了。再次路过刁婆子屋里，就见对方靠在床头，怀里抱着个油纸包，正津津有味的吃着炸果子，许是怕被人听见，那咀嚼的声音刻意压得很低。当家的那个死丫头没大没小，都敢骑我头上拉屎了，你在地下要是闷得慌，就把她带走吧。老二，你可不能怨娘，要虐就怨你婆娘没把人教好。对了，你在阴间好好修理她一顿。路过刘氏的屋子时，里面还在动静，不过刘氏的叫声更加沉闷了。看来两人已是巅峰时刻，随手捡起一颗石头揣在口袋里，等他爬上树时，拿着那石头用力砸向刘氏的窗户。屋里两人吓得从床上滚了下来，这一砸也不知道会不会把王有贵吓出病来，最好从此不举。姐弟俩早早吃过饭，就往村子北边走去。这一片因为靠近大山，常常能听到野兽的嘶吼。等到了目的地，王桃花姐弟俩傻眼了，总共就2间茅草屋子，左边是灶房，已经垮塌了，院子里更是荒草漫漫。姐，没事，那半拉屋子不还在吗？收拾收拾就能住了。你看这院子比咱们现在的还大，到时还能开几畦菜地出来呢。一进院里，一大群麻雀就从草丛里飞了起来，没走几步，就是几只拳头大的灰色老鼠从眼前跑过。那屋子没上锁，就见破烂的桌椅堆在一起，墙壁四周缠满了蜘蛛网，整个屋里充斥着一股霉味儿。少安，你怕不怕？姐，我就不怕，我可是男子汉大丈夫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打扫吧。两人还没动几把手，外面就传来了脚步声。桃花，这打扫怎么不通知下我们几个呀？大娘，婶子，你们来了。桃花，还有我呢，我最喜欢的豆香，我可不敢忘了你。等三人看了院子和屋里的情景后，眉头皱得老高。桃花，要不你还是去我家住吧，这屋子破烂成这样，哪能住人呀？是啊，听大娘的，别收拾了，我们这就回去把房间给你腾出来。大娘，婶子，没事的，这地方再不济，屋顶也没我那边漏雨多，而且屋子够宽敞，收拾收拾也还好的。而且你们看这里还有一张现成的床，省事的很。几人知道王桃花拿定了主意，也不再相劝，便开始下手打扫起来。刁婆子一觉睡到日上3竿才醒，就见
见刘氏夫妻俩像个猴子一样在院里抓耳挠腮。老大，你们俩干嘛呢？做这副鬼样子，跟个马拐子似的。娘啊，不知咋的，我这身上痒得很。刘氏转过身来，就见那脸被抓挠得红彤彤，跟个柿子似的。肯定是那床褥子生嫂子了，你个又懒又馋的婆娘！老娘前2日就叫你把被褥换洗了晒了，你就拖着，这下生嫂子了吧？娘，你就别说风凉话了。我记得你屋子里有红花膏子，快拿来给我涂一涂。看儿子手臂上都挠出血印子了，刁婆子赶紧去屋里取来了红花膏子，省着点用，就这么1小瓶，花了老娘10来文呢。夫妻俩赶紧拔掉瓶塞，狠狠地挖了一勺，看得刁婆子心疼不已，正要骂上2句，肚子里翻滚了起来，于是一手捂着肚子，一手捂着屁股，匆匆朝后院茅房里走去。刁婆子解了裤子就是一泻千里，等他用侧绸刮完屁股，可还没走2步，肚子里再次翻江倒海，只得又解了腰带。怎么还闹肚子了？难不成是昨日那油果子吃坏了？这次他刚蹲下没2分钟，身上就感觉有一股热流钻遍全身，接着屁股上开始痒了起来。他挠了挠屁股，这一下可点了引火线，头上、脸上、肚子上，就身上的每一寸皮肤都痒了起来。咔嚓，刁婆子掉进了粪坑里。院里的王有贵夫妻俩听到了喊声，赶紧跑去了后院，就见刁婆子身上泡在粪缸里，往上扒拉。你们俩死人呐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老娘拉上去！王有贵只得硬着头皮去拉，可是一靠近粪坑就被熏得眼泪直流。可王有贵2人涂了那红花膏子后更痒了，哪里顾得上刁婆子，都跑去墙角蹭了起来。刁婆子见2人还不来救自己，气得七窍生烟，直接抓起一把脏物就往2人身上扔去。王有贵赶紧跳开，刘氏却没那么好运气，直接甩在了脸上，啊呀一声，扔下刁婆子跑去灶房洗脸去了。烦了烦了，你个小娼妇还敢跑，回头看老娘不扒了你的皮！刁婆子可不管那么多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。王有贵立马感到手心黏黏腻腻的，他再也受不了，一把拽回手跑一边吐去了。刁婆子爬到一半又掉进了坑里，差点被粪水呛死。最后王有贵只得让王大海拿来绳子，把刁婆子从粪坑里拽了上来。他让王香香给自己煮了一大锅水，泡了个澡，可这热水一泡就更痒了，皮都给挠破了。最后3人只能求到了媒婆子那边，媒婆子本就看不惯王家大房那些阿杂手段，就开了几副又苦又臭的药，末了还收了他们1两银子。后面虽解了痒，可几人还是弄不明白怎么身上就痒了起来。再说王桃花这边，桃花，你这屋顶的几个洞得赶紧补上，这要是下了雪，非得把人冻坏了不可。这好办，回头我让你栓子叔搬了梯子来，给你用茅草先铺一层，待开春天气暖了，再把这上面的茅草全换上一遍，也就妥了。大娘，不用麻烦栓子叔了，我去村里找人补补就好了。王桃花想起宋香琴那张黑脸，赶紧摇头摆手道：你这孩子净说胡话，你去村里请人不得费银钱，你现在地也没了，这手里的银钱更要省着点花，可明白？桃花在家吗？王桃花就看见王有权驾着牛车来到门口。有权说：你咋来了？我爹说你今天收拾这屋子，想着这么多年了，那屋顶肯定漏了，让我来给你先补一补。王桃花果然就看到牛车上有梯子，还有好几大捆干茅草，那就麻烦有权叔了。经过大家一个上午的收拾，整个屋子就清爽了很多。王有权又把几把破烂的椅子，这里拆条腿，那里拆块板子，最后竟然凑成了2把完整的椅子，说：你这手艺绝了，不比木匠师傅做的差。瞎坐着玩。桃花，你可不知道，你有权叔小时候因为这活计没少挨你村长爷爷的巴掌。王桃花几个小的很是八卦的竖起了耳朵。大娘，那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，嘴下留情，嘴下留情啊。好好好，老婆子我就不把你逃学去学木匠，被你爹追着满村子打的事儿说出来。王桃花几个噗呲一声笑了起来。桃花啊，明日叔赶车去帮你搬家，我先走了。就驾着牛车飞也似的逃走了。
王大坤自打回了家后就万般焦急恐慌，这王桃花逃了出来，周少爷没有尽兴，肯定会来找自己算账的。怎么办呢？那周少爷可不是个良善讲理的人呢，自己肯定吃不了兜着走。他越想越害怕，寒意直往心头涌。不行，我不能待在家里了，我要去外地避一段时间。他赶紧把柜子后面的钱匣子取了出来，打开匣子，那锭50两的大元宝闪烁着迷人的银光。有了这银子，够老子去外面潇洒快活几年了。收拾了几件衣服，趁着日头还未完全落下，就要往县里去。大坤呐，你收拾包袱干嘛呀？娘，那死丫头逃回来了，我得赶紧去县里跟周少爷解释解释，这几日就不回来了。跟周老爷好好说说，赔个不是。他家咱们可吃罪不起，都是那死丫头害的，他就是个搅屎棍，扫把星。娘，我做事你还不放心？刘氏看自个大儿子是越看越骄傲，大郎做事啊，娘是100个放心。那你赶紧去吧，眼看天要黑了，路上小心点。那我走了，回头咱奶问起来。放心，有我呢。等他赶到县里，天已经全黑了，突然又想起了玉明，顿时身下涌入一股暖流，于是急不可耐地朝海棠阁走去。从北坡回去后，就开始打包各种生活用具，最后零零散散的也有10几个包袱。阿姐，咱们坡上的地窖里的东西，少安，在咱们找到更安全的地方前，东西就放那里了。阿姐，那会不会被奶他们发现了？放心吧，别说那坡上了，就这屋子，他们都懒得来。下午，姐弟俩拿上工具去院子那边除草，这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传来：王桃花，听说你要住这破屋子了？关你们屁事！哟，看来火气挺大的呀，也难怪这屋子都破烂成什么样子了，别说人了，连狗都不住。听说这院子里可多老鼠了，你说会不会夜里爬上床啃脚趾头啊？那感情好，冬天就不冷了。为什么呀？有老鼠暖被窝呗。你们2个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还是咋的？竟在我家门前放臭屁，再啰嗦我得让你们2个也尝尝牛屎的滋味。你别乱来，这地方又不是你家的，我们站这里你管不着。这话倒是提醒王桃花了，看来找时间得向王梦山问问，把这屋子买下来得多少钱。既然你们这么闲，那我就让你们动动筋骨。他突然从怀里摸出2枚铜板，偷偷的扔在王少安的前头。阿姐，这里有铜板。啥板？铜板，我在草丛里捡到1枚铜板。你看，哎呀，这院子里怎么会有铜板呢？早在听到铜板时，王金凤的2个耳朵就竖了起来。这时王桃花除了2下草，也从土里翻出2枚铜板。少安，姐也捡到2枚。阿姐，为什么地里会有铜板呢？王桃花故意装作思考了一会儿。我听村长说，这屋子是康大娘的，康大娘以前绣的一手好花，一张帕子，据说就能卖30文钱呢。康大娘无儿无女，会不会把钱都埋在这院子里了？姐，肯定是了，那咱们快点挖吧。少安，康大娘年纪大了，埋得不深，咱们就顺着这草一点点挖去，千万别漏掉任何一个地方。说是压低声音，但足以让外面的2人听到。2人顿时踮起脚，眼巴巴地朝院里看去。王桃花把锄头一扔，这锄头太小了，不好用。少安，咱们赶紧回去拿那把大的。王少安正撅着屁股在草丛里找呢，就莫名其妙地被王桃花拖走了。姐，我还要找钱呢。王桃花前脚刚走，王金凤2人后脚就进了那院子。金凤，这地里真的埋了银钱？那还有假？没看刚才王桃花捡了好几枚吗？咱们快点挖。2人动力十足，拿起锄头顺着草根铲了起来。哎呀，我挖到1枚铜板。这一下王金凤的眼睛红得跟兔子一样，那挖地的速度更快了。阿姐，你让我回来干嘛呀？那地里还有银钱没捡完呢。我的傻弟弟呀，那地里哪有铜板哦？那是我故意扔的。阿姐，你逗我开心呢，不扔几枚铜板怎么会有鱼儿上钩呢？少安，那草不用咱们费力气挖了，那谁挖呀？自然有2个助人为乐的仙女来帮忙了。王少安极其聪明，一下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关节。姐，这也不是回家的路啊。少安，咱们去地里看看。明日把地契给了挑婆子，自己就不好再去了。等到了自家那1亩3分地，眼前的情景令姐弟俩十分无语。地里虽种了5、6畦萝卜，可那萝卜稀拉拉的长着，叶秧子蔫黄的，没半点生气。阿姐，张大娘的萝卜有拳头大，我还看到小腿粗的呢。唉，上个月王有才收完谷子后，就忙着去县里揽活，这萝卜苗就下得晚了些。后来他出了那事儿，这萝卜自然长得不比旁人家的好。没事儿，小就小点，这时节的萝卜甜，至少好过吃野菜。少安，咱们待会儿来拔萝卜吧。可是阿姐，以前萝卜都是要奶他们先拔的，咱们要是先拔了，他会生气的。
以往每年拔萝卜，王有才拔好后，雕氏就会带着刘氏大摇大摆的来地里挑选一番，把大的好的挑掉后，王桃花家就剩点歪瓜裂枣了。这萝卜可是咱们爹种的，我弟给他了，又没说把地里的东西给他。再说咱们已经断了亲，以后见面就叫他刁大娘就行了，明白没？阿姐，我明白了。王桃花算了算时辰，差不多了，就带着王少安往那北坡下走去。不好了，金凤，他们来了，快走！王金凤看着被挖了的大半个院子，有些不甘心的把锄头一扔，也跑了出去。哎呀呀，少安，这院子里的草怎么全除干净了？阿姐，不会有神仙来帮忙了吧？肯定是咱爹娘地下有灵，怕咱们累着，帮咱们把草给除了。王金凤气得鼻子都歪了，那草是他除的好不好？阿姐，那咱们快翻翻还有没有铜板？少安，姐肚子饿了，没力气了，姐给你1文钱，去村口东子婶家买2个馍馍吧。王四喜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，那肚子也咕咕地叫了起来。你是猪呀，一听到吃的就饿，给我小点声。就见王桃花从怀里摸出钱袋，突然哎呀了一声，少安，我的钱袋破了一个洞。阿姐，快数数钱有没有少。1、2、3，哎呀，少了4文钱。4文。王少安捏着下巴，突然眼睛一睁，姐，刚才我们在土里捡了3文钱，会不会就是这钱袋里露出来的？是了，难怪我说那铜板咋那么新呢？阿姐，咱们只捡回了3枚，还少了1枚呢。哎呀呀，一个鸡蛋钱就这么没了。王金凤哪里还不清楚，感情的地里根本没有埋铜板，亏得自己挖了半天的累出了一身臭汗。那贱人绝对是故意的，他就是为了让我们帮他除草，卑鄙无耻奸诈。这下好了，偷鸡不成反蚀了把米。王四喜才不管那么多，自己还是捡了1文钱的。四喜，那文钱是我带你进去捡到的，应该属于我，给我。不，这是我捡到的。王金凤平日里霸道惯了，这下也不管什么姐妹情了，直接上手抢了起来。不给！王金凤，你不要脸，抢人东西，我再不跟你好了。最后王金凤朝王四喜胳膊咬去，王四喜吃痛，手一松，就见那枚铜板咕噜咕噜的朝坡下滚去，瞬间不见了踪影。这下王四喜气急了，嗷的大吼一声，一把就掀翻了王金凤，坐在他身上左右开弓。王桃花看到这一幕，不由得咂舌，果然是对塑料姐妹花。收拾完院里，背上篓子去地里拔萝卜。王桃花本着不便宜雕氏一家，于是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全拔了下来，也足有一大堆了。王桃花让王少安把萝卜缨子全拧了下来。阿姐啊，这萝卜缨子能吃吗？爹说割嗓子不好吃，以前都是被奶拿去喂猪的，当然能吃了，而且比灰灰菜婆婆丁好吃多了。等姐做好了你就知道了。萝卜一堆，叶子一堆，看样子要跑2趟了。等2人第2次回去背萝卜时，地里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。钱婶子，你来我家地里干嘛？这么小的萝卜秧子就拔了，果然不是自己的东西，不心疼啊。钱婶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人在做，天都在看着呢。有些人呀，就天天惦记着别人家的东西。屁，真不要脸！到现在为止，钱氏都以为王桃花是王二狗的姘头，可他又不敢去斥责王二狗，只能把一腔怒气撒在王桃花身上。你这指桑骂槐的说给谁听呢？有什么话给我说明白了。敢做那见不得人的丑事，还怕人说？我做什么丑事了？你勾！又想到了万一这死丫头跑去找王二狗哭诉，自己晚上又得挨一顿揍，只能冷哼了一声，扭着身子走了。阿姐，钱婶子肯定会回去给刁大娘他们报信，去就去呗，我又不怕他们，别愣着了，咱们赶紧装萝卜吧。王桃花正在院子里切萝卜，刘氏就在门口骂了起来：黑心烂肺的死丫头，跑老娘地里偷萝卜，吃了老娘的萝卜穿肠烂肚，小小年纪就知道偷东西，怎么有脸哟？王桃花被吵烦了，把菜刀往砧板上一斩。刘大婶，你是吃了粪吗？嘴那么臭，那萝卜是谁种的？你心里没点数？这萝卜你敢吃吗？吃了也不怕我爹夜里去找你聊聊天？我呸！长在我家地里就是我家的，我管你谁种的，萝卜在这儿呢，有本事拿回去啊！刘氏哪有这个胆子？先不说王桃花身边有刀子，这丫头打人是往死里打的，没本事拿就给我滚一边去！天天跟只绿头苍蝇似的，烦不烦人？死了娘，老子都没跑得那么勤快。你别你呀我丫的，快走快走，我家不欢迎你！死丫头，你给我记住了，内地明日就是我家的了，以后不许你去，否则我就去县衙告你。第2日，阳光晴好，搬家正好合适。吃过早饭，王桃花就把上次买的猪骨头拿了出来。他把骨头焯了水，放了些酱油，就小火慢慢的
炖煮了起来，然后把白萝卜削了皮，切成小块，放在碗里备着。今天他还打算做些白面馒头，这年头白面金贵，拿来招待客人最合适不过。恰好这时王有权就赶着牛车来了，说：“吃早饭了没？”“吃了，桃花东西可是收拾好了？”“东西都收拾好了，不过有些多，要麻烦你了。”“无妨，这过日子就算少了一针一线也是麻烦，你们姐弟俩本就不容易，能带上的全带上。”王桃花听了这话很舒坦，他还担心王有权会嫌弃他把这些破桌子烂板凳都带上呢。不一会儿，张大娘和罗氏母女也来帮忙了。王桃花家虽然穷，但大大小小的东西都舍不得扔，于是也搬了3、4趟。大娘、婶子说：“你们别走了，去我家简单吃几口吧。”等王桃花端上一大盆白白胖胖的馒头和一海碗的骨头萝卜汤时，丫头，这不过节不过年的，咋做起白面馒头了？没得浪费了。大娘，你们难得来我家吃一顿，还不许我好好招待你们呀？再说了，今日可是我搬新屋子，开门甜，做点白面馒头也讨个好兆头。你这张嘴呀，这真是比那巧嘴的英哥还厉害。好，那我们就沾沾这搬宅子的喜气。王有权掰开馒头，一股香气散了出来。丫头啊，你这馒头发的好啊，比你婶子手艺都好。说，你就不怕我把这话跟婶子说一遍？那个，玩笑话，可不许跟你嫂子说嘴呀。众人看到那副熊样，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。大家多吃点，我做了2大锅呢。众人拿着馒头配着那萝卜骨头汤，痛痛快快地吃了起来。几人临走时，王桃花又用干荷叶给每家包了2个馒头。这又是吃又是拿，我老婆子可没有脸哟。桃花，这白面金贵，留着你和少安吃，天气冷也放不坏。王桃花不容分说的把馒头硬塞在他们手里，这就是个吃食，你们别老是推来推去，没你们的帮忙，我这还不知道要搬到什么时候呢。今天这馒头必须拿着，不然我生气了。这一招百试不爽，众人果然只好收下了。我老婆子活了50来岁了，还没见过硬要给人家东西的。咱这是跌个跟头，捡个金锭，运气好呀。等3家人回去后，王桃花就把剩下的锅碗瓢盆放在一个篓子里。姐，我又看了一遍，屋里没啥东西了。好，这些东西都是爹娘辛辛苦苦置办的，咱们一根草都不留给他们，就连这屋子也是当初咱爹娘没日没夜修缮的，不然早就塌了。这么多年，他们几个把咱们当奴才来使，我不得给他留点惊喜呀？姐，你想怎么做呀？你去拿根竹竿来。王桃花就拿着竹竿来到屋里，对着屋顶就捅去。茅草沙啦啦的往下掉，不一会儿，2间屋子就与天来了个坦诚相见了。等刁婆子几个人来接收这房子，看到里面连个板凳都没有留，屋顶也被掀了，气得嘴都歪了。下午，王桃花和王世安正在屋里规整东西，16几个来找王世安去河边玩。这时节，扁担河的水极浅，倒不需要担心溺水，可王桃花还是忍不住嘱咐了2句：“桃花姐，你就放心吧，那水才没到脚脖子呢，不危险。”又去笼屉里拿了几个馒头，你们好好玩，玩累了就吃馒头。桃花姐，你可太好了，上次请我们吃肉，这次又是白面馒头，你就跟那仙女一样，漂亮又善良，美丽又大方。大屁精！另外几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说道：“你们要是也有这么漂亮的姐姐，还给我肉和馒头吃，我也夸得去。去吧，玩开心点。孩子嘛，趁着还小，就得多玩玩。”桃花，张大娘看着屋里屋外被收拾得齐整，频频点点头。我们家桃花就是厉害，看这屋子收拾的多利落敞亮。大娘，你坐，我给你倒杯水吧。不用，中午在你那儿喝了好几碗骨头汤，大娘现在一点儿也不渴。大娘给你带了点东西。揭开手里的篮子，王桃花就见里面是半篮子干花生，还有2双土布鞋。大娘，你这是？你这搬了家，大娘总得贺一贺。这花生是地里自个儿种的，拿点来给你尝尝。这2双鞋，大娘早就做好了，趁着今日一起给你拿来。张大娘的花生往年都是拿去卖了补贴家用的，自家一颗都不舍得吃。还有这鞋子鞋底这么厚，针脚又密，得费他多少功夫才能做出来呀？大娘，你要是我亲奶奶就好了。傻孩子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大娘早就把你当亲孙女了。你那奶奶眼睛被岩石给糊了，这么好的孙女也不要，以后啊有她后悔的。大娘，你说我奶为什么这么讨厌我们一家？难不成我爹是捡来的？可别瞎说，你爹确实是你奶亲生的，那年我还去给你奶送过月子礼呢。
呢。说来你爹才2、3岁时，你奶还是很疼爱你爹的。后来打你爷出了那事儿，你爹的日子就难过了。王桃花爷爷去世前，王桃花已经7岁了。记忆中，王老头断了一条腿，成天躺在屋子里。难道王老头断腿跟自家爹有关系？正聊着，院外又传来脚步声。桃花，这是我娘给你的。原来是一篮子黄豆，旁边还搁着几球大蒜。这是哪来的黄豆啊？沟子村很少有人种这东西。我外婆前几日来家送来的，我娘说煮了加盐吧，很鲜的，还可以做成豆酱或者是腌豆子呢。这大蒜也是我外婆种的呢。王桃花摸了摸豆子，颗颗圆润饱满，不过比前世的小一点。这黄豆真好，做成豆腐也是顶呱呱的。豆腐，这是什么吃食？他想起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并不存在，也许一些东西并没有出现过。豆腐就是用黄豆没了汁液做的一种吃食，白白嫩嫩，又鲜又甜。你们真没吃过？我活了一把岁数了，还真没听过这东西。不过这黄豆是黄的，又硬邦邦的，怎么可能做出白白嫩嫩的吃食？桃花，你莫不是记错了？王豆香却咽了口水。桃花，这东西被你说的太好吃了。一股激动之情如潮水一般冲上了王桃花的脑门。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落到我头上了，必须的呀。不过豆香，你帮我打听下你外婆家有多少黄豆，卖多少银钱？这个容易，包在我身上。老远就听到你们的笑声了，这是在说什么呢？就见王有权扶着苗明翠进了院子。婶子，你也来了？这搬了新宅子，多大的事儿，婶子能不来？丫头，这是给你的贺礼。王桃花接过篮子，见里面是半篮子鸡蛋，算是贵重的了。虽不是新房，但搬了家还是要意思意思，讨个吉利的。于是众人就来到灶房给王桃花燎锅底儿。王桃花把那口大铁锅架到灶台上后，把火点了起来。桃花，多添点柴，这火呀烧得越旺越好。王桃花就往灶炉里又添了些柴，那火焰噼啪作响。新宅新地，日子红火，白米白面，满仓满斗，鸡鸭鱼肉，餐餐都有，万事顺心，家宅安宁。接下来王桃花整个下午都是乐呵呵的，干什么事儿都充满了干劲儿。看那一大堆的萝卜缨子放了一天，有些软趴趴的了。他和王山把那些发黄的烂了的叶子摘了，去河边把萝卜缨子洗得干干净净。等烧好一大锅水，王桃花把萝卜缨叶子放进去烫焯到打蔫了。少安，你把手擦干了，去看看那口最小的腌菜缸里面还有没有水。阿姐，是干的。好，我这就把萝卜缨子倒进去。这腌酸菜无论是用哪个菜，要想不倒缸，就得保证缸里无水无油。最后把一块大石头压在上面。王桃花又拿来一碗煮开后晾凉的淘米水倒了进去。阿姐，为什么要倒这个淘米水啊？这是姐的独家秘方，可以让菜酸得更快，口感更好。最后用油纸把缸口包裹得严实，这酸菜就算腌下去了。阿姐，酸菜要多久才能腌好呢？大概7、8天吧。这一夜结实的床盖着松软的新被子，王桃花两人睡得格外香甜。昨日王桃花和王有权打听过，村东头的林老头以前是个石匠，他七拐八绕的走在村里的路上，路过王有贵家。刘氏，你耳朵里塞了驴毛还是眼里糊屎了？咋的？老婆子想吃碗汤面还得看你脸色了啊！呸！我告诉你，老婆子我一天不死，你就甭想拿库房的钥匙。娘，我没有，媳妇儿听差了，我这就给你做面去。还不快去！成天呆呆傻傻的，把个心思全惦记在男人的裤头上了。要不是给我老王家生了2个带把的，老娘早就让贵把你休了。那天刁婆子掉茅坑，刘氏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刁婆子对此很是生气。小丫头，没看到那尿壶都快溢出来了，还不拿去倒了洗了？小年纪就这般又懒又馋，以后谁敢娶你？于是王香香深吸一口气，捏着鼻子去端刁氏的尿壶，不料头上又挨了一个脑壳。把这脸给谁看呢？给我老婆子倒尿，委屈你了。王香香疼得五官都拧成了一团，只得含着一泡眼泪飞快地逃出屋子。记得把尿倒去茅房，开春好肥甜。王香香倒了尿，一出门就看到王桃花。小贱人，你站我家门口干嘛？王桃花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手里的尿壶，话都懒得说一句，就朝前走去。10来分钟后，王桃花来到了林老头的院子，透过篱笆就见院子里摆满了各种石头，大大小小，颜色各异。林爷爷在家吗？谁找我呀？
就见一个又黑又瘦的老头疑惑地盯着自己。丫头啊，你找我呀？林爷爷，我是王有才家的闺女，我来找你打个东西。你要打什么呀？我老头子只会打些粗笨的东西。我要打一个磨，把自己的要求跟林老头说了一遍。这东西做起来倒不复杂，就是那一圈流水槽会费点功夫。那林爷爷帮我做一个吧。对了，多少银钱？这石磨用料不多，咱们乡里乡亲的，我也不多收，你就给个50文吧。王桃花赶紧付了银钱，辛苦林爷爷了。丫头啊，年底了，手头忙，得过了年后来取了。没事没事，慢工出细活嘛。反正那豆腐自己还得琢磨琢磨，也没那么快就上手。从林老头家出来，王桃花就直奔山里去，自己可是还欠着孙家一个天大的人情，得用猴头菇去还呢。路过一户人家，突然远远的看到一个妇人站在门口，沉着脸看着自己。奇怪，之前是自己连话都没跟我说上几句，为何总是这般虎视眈眈地盯着我？难不成上次教训王二狗的事儿被他知道了，或者是看本姑娘天生丽质嫉妒了？这个理由比较合理。前世现在恨极了王桃花，他每每告诉自己王二狗对自己粗暴冷淡，就是因为这个水性杨花的小娼妇吹的耳边风。前婶子不料对方当作没看见，还哗啦一下把木盆里的水给泼了出来，腿上就传来一阵冰凉，甚至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馊味。前婶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当然是泼脏水，怎的呀？这路是你家的呀，泼不得呀。王桃花想着今日还有重要事情要做，就压着怒气瞪了前世一眼，就往前走去。不要脸，小小年纪就学人勾搭男人，还嫌着刷锅水脏，呸！就你的身子比这水脏了不知多少去，我去你娘的！转身一把抢过前世的木盆，就往地上砸去。咔嚓，木盆被摔成了好几瓣。婶子，这木盆装了脏东西，想必也脏了，我帮你处理了，不用谢。你个小妖精，敢摔我的盆，老娘跟你拼了！前世卷起袖子就要伸手来挠王桃花，王桃花才懒得跟他纠缠，趁他跑过来，抬脚一踹，哎呦，我的腰啊，疼死我了！我不管你为何针对我，但我告诉你，我有的是手段对付你。哦，对了，你刚才不是说我勾引王二狗吗？好啊，那你若是再来找我茬，我就让他休了你，想试试吗？你这个黑心烂肺的小娼妇，你会不得好死的！婶子，还是多关心关心自己吧，毕竟你比我大那么多，要死也是你先死。然后就拍拍他的脸，就见水粉掉了一层。你这张脸老得跟丝瓜瓤子似的，狗见了都摇头，下次记得别敷粉了，跟个黑白无常似的，吓人。说完潇洒离去。死丫头，老娘迟早要剥了你的皮。等王桃花爬上了山，那本药书他已经看了好几遍，这理论要经得起实践呀。他这个叶子摸摸，那个果子闻闻，一番折腾，还真找到了一样和书中图画相似的东西。这个看起来好像鸡血藤，这东西不是生长在两广吗？管它呢，让我来验验货。王桃花拿出匕首往藤上一砍，果然伤口处流出了鸡血一股鲜红的汁液，就是鸡血藤，舒筋活血的好东西，这季节刚好成熟了。王桃花立马顺着藤蔓寻到根部，把藤给砍了下来，这样明年还能生出新的。然后把叶子细茎全撸了，就剩一根光秃秃的茎藤。按书中所述，这东西光晒干不行，还得炮制。有了这个开门红，他劲头十足，一路认真找去，果然又看到几样药材。他熟门熟路的向着那条小溪走去，就见那教头又长了起来，绿绿嫩嫩的，看起来就好吃。等他来到上次发现猴头菇的地方，一圈下来，树上再没出现另外一个猴头菇了。这东西果然是可遇不可求啊！正想着，突然10米开外的草丛里传来沙沙声，不会那么倒霉又碰到一条大蛇了吧？一个黑乎乎的猪头露了出来，看体型足有100来斤。野猪也看到了王桃花，一对核桃大的眼睛露出了凶光。我去，是野猪，这下麻烦大了。很明显，王桃花这只两脚猴子已经成功激怒了他。只见他鼻子开始喘着粗气，脚下开始刨着地。王桃花朝四周看看，都是茂密的树木，根本没地方逃。现在只能往树上爬了。
野猪像卡车一样冲了过来，王桃花转身就往树上爬去，轰！整棵大树顿时晃动了一下，王桃花差点就掉了下去。接着，那野猪竟然又龇牙咧嘴地往上跳了起来。是谁说野猪不会跳的？我非得把它打成猪头！等它爬到树杈，擦了一把虚汗，太悬了。没咬到人的野猪这一下气疯了，哼哼地发着燥气。这野猪就是1根筋的动物，也不知道会守到什么时候。我跟它耗不起啊！既然打不过，那我就刺激刺激它。王桃花在上面大呼小叫起来：“死猪，看过来，还想咬我？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头八怪！有本事来呀！老娘非得一脚踹得你绝子绝孙！略略略！”那野猪也是个没脑子的，呲着牙，尾巴甩得砰砰响。王桃花见有效果，叫得更大声了。这野猪在林子里霸道惯了，哪里受得了这刺激？于是不停地往树上撞去。那大树不停地摇晃，王桃花抱着树干不撒手，很快动静越来越小了。那野猪头皮都撞破了，血哗啦啦的流淌着，不能干等着，树上有吃有喝的，力气很快就恢复了，我得抓住这个机会逃走。他想起刚才绕树时发现这树是空心的，赶紧往后埋头看去，果然在一个树影留下有一个盆大的洞，直接通向树心，有救了。野猪依然趴在那里自顾自地玩着，就放慢速度，抓住树干，双脚往树洞里伸去，一松手，整个人就滑进了树心。王桃花心里一阵窃喜，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树的后面逃走。可刚往外爬出了个头，就看见那野猪不知什么时候转到了树的背后。它怎么在这儿？野猪如炮弹一般冲了过来，哐！巨大的冲击力把裂缝都撞大了几分。那硕大的猪头离王桃花只有1掌的距离，紧紧地握着匕首。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一猪一人就这么大眼对小眼的僵持了10来分钟。那野猪逐渐失去了兴趣，吼吼2声就想往后退，可大脑袋被裂缝卡得死死的，真是天助我也。他朝野猪晃了晃刀子，你这猪头猪脑的东西，差点把我 KO 了，这下卡住了吧？拿起匕首，直接一刀捅向他的脖子。滚烫的血溅了王桃花一脸，硕大的猪头就跟个锤子似的砸着两边。王桃花又连续捅了好几下，就见野猪全身痉挛，惨烈的哼叫着，5、6分钟后才瞪着一对不甘的猪眼，一命呜呼了。这富贵险中求果然是有道理的，上次猴头菇遇到大蛇，这次又遇到二师兄，难怪沟子村的人守着这宝山还这么穷。一把拔出那刀子，血又溅了出来，太可惜了，没拿颗胡来。这猪血也是好吃的紧，有了这头野猪，也不用再想着去采摘其他草药了。现在周围血腥味这么浓，保准不会引出其他猛兽，得赶紧离开这里。可是这猪估摸着有100来斤，怎么拖回去呢？他可不愿意把这么一大块肉白白扔掉。1个小时后，王桃花终于到了那片槐树林了。此时已经累得腰酸背痛，不行了，实在拖不动了，我得下山找人帮忙。就在这时，树林里钻出一个身影，把王桃花吓了一跳。大烈说：“桃花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”我来山里采点草药。王烈看到地上的野猪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。桃花，这是你猎到的野猪？说：“你真当我是神仙呀？这野猪凶得很，我跑都来不及呢。我采药，看到这野猪被马蜂追，这畜生没了命的往前跑，这不一打眼撞树上了，我怕他没死透，就给他补了几刀。”王烈看到野猪头上果然撞得皮开肉绽。这野猪凶起来，可是老虎都要退让3分，又是1根筋的蠢物，以后那深山里头可要少去，若是遇到了，可千万要躲紧了。好，大烈叔，我记下来了。这野猪少说也有100来斤，难为你这个小姑娘把它拖下来，这样叔帮你扛回去。王桃花正想着怎么开口让王烈帮忙，王烈就已经蹲下身子，抓住猪的2只前蹄背了起来。大烈说：“你可真是我的及时雨呀！”有了王烈的帮忙，半个小时后，王桃花就回到了村里。村里人看王烈扛回一头大野猪，又是羡慕又是佩服。大烈呀，厉害呀，这么大的野猪也能打得到啊！是啊，这回又得卖不少银子了吧？今晚我带点酒去你家里吃野猪肉。这野猪可不是我打的，是桃花打的。大烈，你是不是怕我们去讨你肉吃，就故意说这猪不是你的？你这就不厚道了，不给就不给呀，也不要骗人呐。你记得小时候你没饭吃，我还给过你半个馍呢。这人玩着玩着咋就变了呢？王烈本就是个憨直的粗人，哼哼哧哧解释了半天也没解释清楚，只能被众人挤兑得面红耳赤。各位叔伯婶子，这野猪真是我打到的，我在山上背不下来，大烈叔遇到了帮的忙，你们别为难大烈叔了。王烈这才松了口气。
大烈说还得麻烦你扛到我家，然后顺便帮我把猪杀了。哎，要的要的。很快，王桃花打了一头大野猪的消息就传遍了村里。什么？一头大野猪？是啊，都说有100多斤呢。这个死丫头，运气也太好了，怎么就没被野猪咬死？娘，野猪那么大，就他2个人也吃不完，我们要不要去拿些回来呀？要是那断亲的事儿没发生，那头猪我起码得要大半头来。不过现在嘛，我们跟他没任何关系了，倒是不好动手了。刁婆子心里竟然隐隐爬过一丝悔意。娘，那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那丫头狠起来六亲不认，你要觉得自己这张脸够大，就自己去试试。这死老婆子就是毛蛾子一个，成天就知道窝里横，气死老娘了。再说现在王桃花家已经被人围了一圈，几个小屁孩摸了摸野猪，立马传来一声声尖叫。哎呀，它的毛好扎手，跟针似的。哇，它的牙齿好长啊，还尖尖的，像镰刀。少安，你姐真厉害，我姐天天就知道在家里打我。你们几个赶紧往边上站去，大烈叔要杀猪了。这头野猪足有133斤，不消1刻钟，野猪就被剃了毛，开膛破肚。王烈拿着那堆臭烘烘的猪下水就要去扔了。大烈说这可是个好东西，别扔呀。桃花，这东西滂臭，吃不得呀。说你相信我，这东西我绝对可以做出好菜来。王烈拗不过王桃花，只好把猪下水放进盆里。桃花，这猪去了下水，头尾和蹄子还有70来斤，你打算要怎么处理？要是卖去县里，叔那边有熟人，可以给开个好价。麻烦你帮我把这猪肉切成半斤1条吧。你这是要做肉干还是腌咸肉啊？大烈说我爹去世时家里连顿骚饭也没给大家吃，这事儿我心里一直过意不去。今日正好来的这头野猪，就分给那日来帮忙和送我爹的叔伯婶子吧，也算全了我的心意。围观的村民立马炸开了锅，这野猪味道好，价格可是比那猪肉要高上1倍。桃花，你可想好了，咱们村子可是有上百户呢。我是沟子村长大的，自小也受了大家许多恩惠，这点猪肉不算什么的。你这性格爽利大方，是个好孩子。村民们都喜笑颜开，特别是那小孩，一个个蹦蹦跳跳的喊着吃肉喽，有野猪肉吃喽。王烈把肉切成1条条，村民们到了邂逅就拎着肉欢天喜地的回了家。就算有几家没到的，王桃花也托人送了过去，唯独4家人没送。这个败家子儿，那可是50多斤的野猪肉，说送就送，指甲盖的脑袋非要戴高帽，压不死他。谁说不是呢？这死丫头就是诚心给人添堵的，白花花的1两银子打水漂，连个声响都没有。哼，天杀的扫把星！等他来送肉，看我不骂他狗血淋头！娘，得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丫头了，无法无天了都。可等到快做午饭了，也没等到王桃花来送肉，这下刁婆子坐不住了，叫上一家人，风风火火的往王桃花家走去，说这道肉和这个蹄子你拿回去吃吧，今日多亏有你，不然这野猪我肯定拖不回来。桃花，都是一个村的人，谁见了也会帮的，你家日子也不容易，这肉你留着自个儿吃。再说你忘了叔是干什么的了？叔要吃肉比你可容易多了。说你打的猎物是你打的，这是我的不一样。再说今日还耽误了你一上午呢，这肉你若不收，我以后有事也不找你了。这话一出，果然汉子就不好再拒绝了。好，这肉叔就收下了，不过这蹄子叔可不能要。说完拎着那刀肉就快步走了，把另外3只猪蹄和3刀肉放在了篓子里，准备送去给张大娘、豆香和村长。今日分肉3家都没来，肯定是知道自己日子过得艰难，不想占自己便宜。想了想，又拿了1刀2斤重的肉放在篮子里。少安，这刀肉你送去梅婆婆家，一定要让她收下，别忘了。好的，阿姐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提着篮子一溜烟的跑了出去。这边王桃花先去了村长家，王梦山也听说王桃花把好不容易猎的野猪肉分给了村民，心里十分的赞许。丫头啊，你这事儿做得地道，咱们呢同一个村子，世世代代的住着，是该互相扶持些。村长爷爷，这些年大家对我的恩情都记在心里呢。好，是个好孩子啊。等王桃花走后，赵婆子看着桌上的猪蹄和肉，老头子，这丫头是个好的，我听说大家伙都只送了半斤，咱们家这刀肉少说有2斤，还有这蹄子，小年纪就这般通透，那刁妹子呀，迟早有她后悔的。那刁氏当年孟松在的那会儿，多精明一个人呢，想不到到了老了却糊涂了。当王桃花来到王豆香家，小姑娘又是抱着她转圈圈，
我还没有见过野猪呢，本来想去看看的，可我娘不许。也没啥好看，就长个猪样，毛长一点，獠牙长一点。对了，你要喜欢，回头那牙给你留一个。哎呀，桃花你可真好，我娘说野猪牙挂床头可以辟邪呢。等他把猪蹄和肉拿出来，王豆香的眼睛亮晶晶的。桃花，我发现跟着你真能吃香喝辣耶，你就是我的福星。那你就做我的小尾巴吧。我才不呢，你若是放个屁，我不得熏死。跟这小妮子在一起，王桃花总是笑容满满。离开了王豆香家，王桃花就朝张大娘家走去。娘，我又没让你去要肉，你发什么火？再说是我要吃肉吗？是你孙子要吃肉，你就光想着面子，也不心疼你孙子。那丫头平日里得了咱们家多少好处，你看这分肉也没说送来一块，真是个白眼狼。王桃花调整了呼吸，装作刚来的样子。大娘在屋里吗？还在暗自抹泪的张大娘赶紧擦了擦嘴角。在，桃花快进来坐。王桃花进了院子，就看到宋香琴觑着眼朝自己看来。大娘，我打了头野猪，给大家分了肉，我看你也没空去拿，就给你送过来了。张大娘也没管肉，先拉着桃花看了一圈。你这孩子也是胆大的，那野猪老凶的东西，老虎见了都害怕，你见着了就得赶紧躲着，还敢凑上前去，伤着哪里了没？没有，我好得很呢。这次是运气好，下次可别这么莽撞了。我记住了。大娘，我给你带了刀肉来。从篓子里拿出那刀肉，又拿出一个蹄子。我听他们说，这蹄子加些红枣，炖炖烂烂的，很补身子，刚好给香琴嫂子补补，保准生个大胖小子。哎呦，咋又拿这么多东西过来？这天寒地冻的，你把肉腌着，自个儿慢慢吃就好了。家里还有呢，拿着吧。说起吃食来，我可没少吃你家的。你这孩子。等王桃花走了，张大娘特意拿着肉进了堂屋。香琴，以后别老是拿话刺桃花了。你瞧瞧，他还拿来猪蹄子给你补身子，难为这孩子心思玲珑的。这不是该的吗？咱家帮了他们家那么多年。再说王桃花前脚刚回到家，后脚没分到肉的几家人就全来了。桃花，你这是打婶子脸呢？全村都给了肉，凭什么我家没有？对呀，小小年纪就学着看碟子下菜，这眼睛我怕呀都长到脑门顶了吧。一个没爹没娘的破落户，还拿起桥来了。他还真以为自己是宫里的娘娘，成天里勾三搭四的没个正形。谁知道这野猪是怎么来的？咱还他嫡亲的奶奶呢，这短命的丫头愣是连一根肉丝儿都没孝敬。她那心呐，比石头还硬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地底下蹦出来的讨债鬼呢。王桃花就是故意不分给他们四家的，这肉他就是扔去了喂狗，也不会让这几个人吃到一块儿。姐，没事儿，他们不是爱骂人吗？我就让他们没脸见人。王桃花从屋里走了出来，然后拿了根烧火棍，舒舒服服地坐在院子里。你们来我家无非就是想要野猪肉，我还告诉你，甭做梦了，要肉没有，要只棍子是有的。桃花，你这分肉无缘无故少了我们几家，不是诚心让全村人看我们笑话吗？那倒不会，毕竟那日我爹出殡，你们几家也没人来。哎呦呦，看这事儿闹的，那日我们娘几个就还在外婆家了，没赶上啊。叶婶子，你是觉得我傻，还是觉得你自己挺聪明啊？扯谎也不知道找个好的借口。那天有金叔去河里捞了条巴掌大的板鲫子，应该把整个村都走了一遍吧。叶大丫顿时尴尬地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了。至于你家嘛，二狗说的人品，给他吃肉也是白瞎，还是哪凉快哪待着去吧。前世脸都白了，还有你们两个脸皮可真厚，田地屋子都还你家了，亲也断了，还有脸凑上来吗？也不怕成为这十里八乡的笑话。你个死丫头，流言不尽，得罪我们几家以后，有你好果子吃。咱们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以后我和你们几家井水不犯河水，大家还能有点脸，不然可别怪我不客气。说着手一扬，那烧火棍挥得呼呼作响，烈烈生风。刁大娘，刘婶子，咱们断亲文书还在县衙里躺着呢，别再给我摆长辈的谱子，不然我非闹得你家鸡犬不宁，我灶头还炖着猪肉呢，就不跟你们闲道了。慢着，你今天不给我猪肉，我就坐在这里不走了，咱们几个骂死他，看他有没有心情吃肉。几人跃跃欲试，刚要张口，就看到王桃花拎着棍子，气势汹汹地奔了过来。快来看看这死丫头！哎呦！王桃花也不客气，扬起棍子再次抽去。
这下刁婆子跑得比兔子还快，我给你们脸了，在我家门口乱吠！王桃花看着逃跑的几家人，冷哼一声，哼，想占本姑娘的便宜，下辈子赶早吧。等王桃花进了屋里，就看到王双安守在一盆猪肉前。饿了吧？姐这就去给你做好吃的。家里还剩下20来斤的肉，另外还有一个猪蹄、一个猪头和一盆下水。他把肉放进坛子里，里里外外抹上一层盐，盖好盖子，就去灶房做午饭了。这个中午，沟子村处处飘散着猪肉的香味儿，把挑婆子几家恨得咬碎了一口牙。等鸡血藤处理完，就临近傍晚了。那盆猪下水还等着他收拾出来，除了心肝肺肾，还有一挂大脚肠子。两人往河边走去，路上碰到了黄春芳，这娘们儿拎着条纸宽的肉，这不是去了趟李家村，我那表姐啊，非要留我吃饭，我说家里忙，她就硬给我塞了条肉。你看看这肉有肥有瘦，炒了最是香嫩的。谁不知道你这表姐是李家村最有银钱的人家了，这出手啊果然大方哟。那是，人家家里好几十亩好地呢，县里头还有铺子。一转头看到王桃花姐弟来了，那笑声更是夸张魔性。阿姐，黄婶子笑得跟那老瓜似的。要说呀，福分这东西还是挑人的，有些人呐，天生就是受穷的命，难怪那么好的亲事都被退了，你说是不？王桃花瞬间知道对方说的是自己了。阿姐，没事儿，这嘴啊长在人身上，咱们可管不住。不过有句话叫祸从口出。王桃花路过黄春芳时，故意一个拐角，一盆猪下水就全到黄春芳头上了，特别是那大串的肥肠垂在脑门前，不停地往下滴着消化物。哎呀，春芳婶子，实在对不住，脚滑，我这就收拾。黄春芳颤抖着抹了把脸。等他反应过来，王桃花已经走得老远了。姐，这一下黄婶子要臭死了。没事，这叫臭气相投。两人开开心心的来到河边。阿姐，你这个猪大肠好臭啊！你别看它臭，吃起来可香了。他从河边拔了一团草，塞进了大肠里，接着一寸一寸的捋下去。阿姐，我受不了了，咱们把它扔了吧？不行，你听过物极必反吗？越臭的东西，它吃起来越香。王桃花赶紧在河水里晃荡了起来，那肠子流得老远老远，捋了5、6遍后，那肠子里的杂物总算清干净了。阿姐，这就好了，哪能那么容易把带来的灰面倒了半碗进去？阿姐，你也太浪费了，竟然用灰面来洗这臭东西，这叫舍不得灰面，做不出肥肠。咱们家没醋和酒，不然还得加点呢。就见王桃花在盆里不停地搓啊搓，直到那绿色的汁液渗出才停手。王桃花又在河水里挑了好几趟，那大小肠子总算才洗干净了。回了家，王桃花把肥肠切成一小节一小节，倒了些酱油腌了腌，拿来一些酸萝卜缨子，等锅热后倒入蒜末，等香味出来后，把肥肠倒下去，迅速翻炒，然后是酸菜。灶房里顿时传来一股酸香的味道，很快一碗色泽油亮、酸香四溢的爆炒肥肠出锅了。阿姐，这肥肠好有嚼劲，一点都不臭，配上这酸菜真是太好吃了。王桃花也津津有味地嚼着，是谁刚才还嫌弃臭来着？姐，我那是开玩笑，下次这肠子我来洗。这还差不多，那你再尝尝这个腰花。姐，这个有点尿骚味儿，不好吃。你嘴巴还挺刁的呀。这腰花没用酒醋之类的腌制，味道确实打了些折扣，好在也是脆嫩爽口。少安，我去趟大烈叔家。王烈家离王桃花家倒不是很远，就见王烈正和自己的老父亲在院里喝着米酒。何爷爷，大烈叔。桃花来了，晚饭可是吃了？正吃着呢。丫头啊，听大烈说这野猪是你打的？说来这也不能算是我打的吧，应该是这头野猪没长眼睛，自个把肉送咱们碗里来了。哎呀，厉害呀！想不到我老头子活了大半辈子，倒托了你这个丫头的福，还吃上野猪肉了。不像某人打了10来年的猎，就只会打些兔子、野鸡。哎呀，还是这野猪肉好吃啊！王烈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。大烈说：“我来给你送样东西。”从篮子里拿出那碗爆炒肥肠，王烈就闻到一股浓郁的肉香。桃花，这好像猪大肠啊，但是不可能啊，那猪大肠臭烘烘的，哪里有这么香啊？
说这就是你要丢的那堆猪大肠，我从书本上学了些去臭的法子，然后试着炒了，发现味道还不错，就给你送一碗尝尝。这还真的是猪大肠啊！等王桃花走了，爷俩看着那碗直冒香气的猪大肠，动起了筷子。这一吃，酸香软糯有嚼劲儿，配上一口米酒，好吃的舌头都要化了。你这个逆子，有好吃的也不想着自个儿爹啊！这猪大肠你就别吃了，留着给我下酒。你吃肉吧。什么呀？老子吃你一碗炒大肠，你有意见呢？爹，这大肠你吃，我吃肉，肉多香啊！一辆豪华的马车停在周府门口，这于是一见周满就儿啊宝儿的换个不停，一边又赶紧吩咐下人去准备热水给周满沐浴更衣。娘啊，你就别啰里吧嗦的了，还洗什么澡啊？快让人给我上饭吧，这几天都饿死我了。于是反手就朝身后的小丫鬟扇去。你们几个聋了呀？没听到少爷要吃饭吗？快把那炖得烂烂的肥鸡肘子全给我端上来！我的儿啊，看把你瘦的！饭桌上，周东海脸沉如水的坐着，于是在一旁忙着布菜。这边一个丫鬟递来了净手的帕子，周满看那手白白净净的，跟块羊脂玉似的。接帕子时，抓住那丫鬟的手，使劲揉捏了把。丫鬟嘤咛一声，素了这么多天，周满早就欲火焚身了。要不是爹娘在场，早就提枪上马了。混账东西！爹，你生什么气啊？我看这次就是孙家和丁知县联合起来诓骗咱们家的银钱，连姐夫的面子都敢不给，迟早有他们好看的。周东海听了这话，脑袋嗡嗡直响，想起了这几天他为儿子的荒唐事儿四处求爷爷告奶奶，银钱花了一大把，脸面丢了几百回。他袖子一扫，杯盘碗盏摔了一地。你这个逆子，差点害了我周家满门，现在还不思悔改，口出狂言。我今天不好好教训你，他日周家就会被你给毁了。来人，请家法！周满一听请家法，身子就跟筛糠一样抖了起来。爹，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老爷，马儿已经在牢里受了这么大的罪，不能再用家法呀！你要打就打我吧。慈母多败儿，都是你惯的。这逆子犯了这么大的错，不给他一个教训，下次说不定犯的就是砍头的罪过了。见下人没有动静，周东海气急，没听到本老爷说话吗？还不去把家法拿来！周管家这才忙不迭地跑出了屋子。周东海拿了鞭子就要抽周满，于是顾不得其他了，像老母鸡一样拦在周满面前。来人，把夫人拉开！下人们这才上去拉开了于是，周东海扬起鞭子就朝周满抽去。周满满地打滚，嗷嗷直叫，一边两边三边。这一夜周府乱成一气，主子们四处撒火，下人们战战兢兢。不过这一顿打让周满老实了5、6天，这几日倒是挖了10几根鸡血藤，还有2篓子白树，半篓子黄芪根，下午就可以拿去济世堂卖了。这还是王少安第一次上山，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。王桃花看他这么开心，也是笑意不绝。待翻过一个山头后，这里的枯枝明显多了起来。少安，咱们挑那些干的长的树枝捡。好嘞，阿姐。不一会儿就捡了一小堆。突然他看见一棵树上匍匐着一些藤蔓，褐色的叶子，心形，这东西好眼熟啊，好像在哪里看过。王桃花捡起几粒果子，果然有一丝丝滑溜溜的粘液，果真是山药豆。如果不出意外，这土里应该有一条长长的山药。少安，快过来，姐发现好东西了。阿姐，什么好东西啊？王桃花卯足了劲儿，用柴刀朝根部挖了起来。没几下就看到一根大拇指粗的褐色根茎，这山药极脆，生怕把它给挖断了。清炒山药排骨汤。那山药挖了有近1米多深了，可那根茎还是往下扎。王桃花看了看脚边的土，都堆成小山了，只能一狠心把它给掰断了。王桃花拿着这根1米多长的山药，美得见牙不见眼。姐，这东西我好像见过，村里我都没见人吃过，你在哪见过呀？记忆中就没有山药这东西。有一次爹带我去那里挖地，后来爹说要给我摘红果子吃，我们去了那边一个坡上，好像有一大片呢。啥？有一大片？王桃花心里一阵狂喜，立马捧着王少安的脸吧唧一口。少安，千万别小看这东西，它淀粉含量高，跟红薯一样，吃了也会饱肚子，还有只要它埋在地里就不会坏。咱们现在粮食还够吃，那坡上的咱们先让它长着，以后说不定会成为救命粮呢。不过这事儿记得千万别跟其他人说，他不知道自己一语成真，不久的将来这山药还真帮了他们的大忙。
交代王世安看家后，王桃花便去了县里。等进了城门，王桃花明显发现街上人多了许多，看穿着打扮，听口音，跟平川县这边有些差异。石头哥，忙呢？是桃花来了，这次又带了什么药材来呀？这次有些鸡血藤、白术和黄芪。这几味药材你都认识，可别挖错了呀。我跟村里的郎中学了认草药，应该不会错的。我来看看。他先拿起白术看了看，处理得很干净，从2个布袋里拿出鸡血藤和黄芪看了看，闻了闻，药味极浓。桃花，你这几样东西都不错呀，特别是这鸡血藤，看来教你的郎中炮制手艺很好啊。他是很厉害。这鸡血藤血色红，应该有些年份了，算10文1斤。白术普通一些，3文1斤。现在黄芪贵一些，15文1斤。行，你过下秤吧。很快，这篓子草药就称好了。鸡血藤3斤2两，白术10斤，黄芪4斤6两。石头还在噼里啪啦的拨算盘，王桃花已经得出了答案。石头哥，一共是131文。石头还有些不信，自己才算到鸡血藤呢。可等他算完，果真是131文。桃花，你这复算也太牛了，比柳账房还厉害几分呢。我娘教的。你娘真厉害。那是，我外公生前可是个秀才呢。石头顿时恍然大悟，难怪这丫头又聪明又识字。石头哥，我这里还有一样比较吓人的东西，不知道你收不收？是什么？拿来给我看一下。你确定？切，我石头在这铺子里快10年了，什么药材没经过手啊？想当年我还烘过蝎子、蜈蚣。蜈蚣刚说完，自己手上就多了一张巨大的淡白色透明蛇皮，吓得石头连忙甩手。桃花，你这蛇蜕哪来的呀？我看这蛇得有10来斤呢。是有10来斤，不过蛇肉应该已经进肚子里了。石头哥，那这蛇蜕收吗？当然收啊，这可是贵重的药材。蛇蜕现在这个季节做药效果最佳，有定惊、解毒等功效呢。像这么大的蛇蜕更是难得。你等等，我拿去问问掌柜的。石头匆匆向后院跑去，很快又满脸笑容的回来了。桃花，掌柜的说这蛇蜕按上等价收，1两100文，我帮你称了下，这蛇蜕足有2两重啊。王桃花很是吃惊，光这蛇蜕就卖了200文，自己辛辛苦苦4、5天，到头来还不如一只畜生蜕的皮。可接下来的一句话更是让王桃花想死的心都有了。桃花，你蛇蜕都懂得拿来卖，那蛇胆咋没拿来卖呢？这般大的蛇，那蛇胆少说值好几两银子呢。他正走着，突然前头一张油头粉面的脸一闪而过，李康平身边站着个姑娘，低垂着头，看不清长相，不过看打扮应该是富贵人家的小姐。如儿啊，我那事儿你爹怎么说呀？你就关心你的事儿，咱们俩的事儿你一点都不上心。男人都不是好东西。这女子声音好生粗犷呀。王桃花心里有些好奇对方长什么样了。我的好如儿啊，我这也是没有法子的呀。我若是这次下场不中，你娘能同意我俩的婚事吗？我又怎么能风风光光的娶你过门？你爹是县学的教育，只要来年县试的时候，他在县尊大人面前帮我美言几句，这秀才不就手到擒来了吗？咱们俩的事儿也能水到渠成啊。你放心吧，我爹那边我来对付。就是这段时间他忙着明年春上的县试，都住在县学里不大回家。如儿，你可知道吗？我每日每夜抓心挠肝的想你，就想亲亲你那温柔的小嘴。我也是，你再忍忍，等明年你中了秀才，咱们就能成亲，就能干嘛？抱你亲你还是？哎呀，油腔滑调的，你好坏啊。我还有更坏的呢，要不咱们试试？那女子又羞又喜的伸出粉拳捶着李康平的胸口。现在事情很明显，这李康平为了考上秀才，傍上了县里教育的女儿，难怪那么着急忙慌的跟自己退婚。他正准备悄悄离开，突然想到这渣男借了自己的书到现在还没归还，把老娘的话当作耳边风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平郎，两人正你侬我侬，情意绵绵，顿时吓得如雀儿般惊慌失措。王桃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平郎，我来找你了，你何时娶我过门啊？王桃花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咱们已经退婚了，没关系了，你快点给我滚！平郎，枉我对你一片痴心，你怎么可以如此待我？你忘了咱们在花前在月下许下的山盟海誓了吗？你说过要跟我终老一生的呀！哼。
王桃花看到这姑娘的倾世容颜，差一点就绷不住了，真难为李康平能下得了嘴。王桃花硬生生的把笑给吞了回去，挤出2滴眼泪，水汪汪的看着李康平。李康平，他是谁？姑娘，你怎么可以对平郎如此大呼小叫的呢？女儿家要真静温柔。忘记介绍了，我是他未过门的娘子。什么娘子？好你个李康平，你敢骗我？你不是说你没有定亲吗？叔儿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个女人虽然跟我定过亲，但是她行为不检，不守妇道，我已经跟她退亲了，再无瓜葛。是她硬缠着赖着我也是头疼的很呢。真的？叔儿，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儿，我怎么舍得欺瞒你呢？这事情整个李家庄都知道，你随便找人问一下就清楚了。钱如儿的脸色这才好了几分。吓得2人均是身子一抖。平郎呀，外人欺负我也就罢了，你怎么能这般对我？当初为了助你上学，我连娘的嫁妆书都偷给你了，你这个负心郎！哼！王桃花说着，又用手摸了摸肚子。况且如今我这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。平郎，我自知家境贫寒，配不上你家门楣，我也不求做妻，哪怕做妾室也是愿意的。我只想给孩子有个名分。李康平愣在了原地。李康平，你们俩若是没什么事，他怎么会怀了孩子？我这就跟我爹说去。如儿，你听我说呀。李康平赶紧拦腰抱住他，钱如儿力气极大，跟头蛮牛似的往前蹦跶。李康平无法，只能跪下抱住他的腿。李康平又是发毒誓，又是打脸，又是讨好，最终钱如儿的气才消了下去。那他若还是缠着你，要还是出去乱说怎么办？我可不想成为平川县的笑话。如儿，你在这待一会儿，我去找他问清楚，他若是执迷不悟，冥顽不灵，我就去衙门告他。康平，我谢你了，刚才打疼了吧？你心疼死奴家了。钱如儿用手轻轻地摸着李康平的小白脸儿，一脸后悔。只要如儿开心，再打几巴掌又如何呀？你这个傻子！王桃花眨巴眨巴眼睛，想不到这李康平油头粉面的，搞定女人还有些能耐。李康平拽着王桃花来到柳树底下。王桃花到底想干嘛？当然是跟你再续前缘，旧情复燃，白头偕老，百年好合了。你够狠，你是想毁了我吗？李公子，你怕是贵人多忘事儿吧？可是你先毁了我的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我就喜欢跟聪明人说话，5两银子名声补偿费，外加我借你的书3天之内全部还回来。5两？你这是狮子大开口啊！我哪来那么多钱呢？你说我要是挺个肚子去书院门口闹一闹，也不知道那教育大人会不会认你这东床快婿喽。李康平黑着脸，牙齿咬得咯咯响。好半晌，他从怀里摸出5两银子扔在地上。书过2日，我会让人送回去给你。从此以后，咱们俩互不相欠。你若再来生事，我李家也不是吃素的。王桃花开心地捡起银子，我就一介女流之辈，哪敢找李公子麻烦？放100个心哈，等书还回来后，咱们俩绝对两清了。见李康平愤愤地看着自己，王桃花一脸玩味地笑着：“李少爷，想不想抱得美人归？你再给我1两银子，我保证让那啥如儿更加心悦你。”李康平眼神暗了暗，想想自己的计划，只能又摸出一个银饺子。平郎，虽说这孩子不是你的，但念在我们往日的恩情，你就认了他吧。我不跟他争，我就做个妾。你看我长得虽不说花容月貌，但总比他好看吧。滚，不知廉耻！我岂是那种贪花好色之徒？在我心里只有如儿一个人。好，李康平，你这薄凉之人，从此你我一刀两断。接着王桃花气呼呼地走了。出了巷子，王桃花径直朝周大年的粮铺走去。丫头啊，你来了。看见铺里大部分竹筐和陶缸里都空了。叔，你这是不打算做生意了？哎，哪里呀，现在粮食吃紧，很多商行都拿不到货了呀。王桃花不由得联想到了进城时看到的情景，说莫不是胡人要南下了？周大年吓了一跳，忙把王桃花扯到一边。丫头，这事儿你可千万别瞎传，扰乱民心是要杀头的呀。叔，你知道什么跟我说说吧，我也好早点准备。我们这南来北往的进货，哪个不知道北边的东西已经运不下来了？听说北面打了败仗了，边关10几个城被胡人给占了，那些胡蛮子烧杀抢掠，最后一把火把县城烧了个精光。现在靠近那边的人呢，
都开始往南移了。烧光、杀光、抢光，王桃花顿时手脚发冷，这是发自内心的恐惧。丫头，别担心，咱们九江这边有长江天险，那胡人不善水战，倒是算是安全，就是可怜了北边的人呢。说那朝廷就没有行动，任由胡人在我大梁作恶？哪能啊，听说这次要请护国公出山了。这护国公骆铁元是大梁的一代战神，可以说因为有他，大梁边境太平了40多年，希望胡人赶紧被赶走。这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啊，家破人亡的。谁说不是呢？就这么7、8日的光景，这城里的乞丐都多了好几倍了。说你这店里还有粮食卖吗？我想再买点。丫头，灰面、玉米面早卖完了，白米倒是还有些，你要不要去其他店里看看？说白米还有多少我都要了，不过还得麻烦你帮我送一趟周家店铺最后2大袋白米，另外还有1袋黑豆，全被王桃花买了。等周大年驾着马车回去，王桃花开始行动起来。少安，你把那黑豆全倒进那罐子里，然后把那罐子盐放进背篓里，自己也把白米分装了好几个袋子，趁着傍晚，姐弟俩一趟一趟的往地窖那边跑着。阿姐，胡人真的会打来吗？不知道，不过城里的难民越来越多了，一旦官府没有妥善安排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想起了明朝崇祯末年各地流民起义，洗劫村镇，最终把大明朝一点一点的拖死了。可他不知道未来那场灾难比自己想象的要严重好多好多倍。周满躺在床上哎呦哎呦的瞎叫唤着。少爷，老爷走了。周满立马停了嘴，像条鲶鱼一样翻了个身子。可是打听清楚了，那个王大坤躲在海棠阁呢。这龟孙子玩得够花呀，爷都没有试过这个小馆，他倒是赶在爷前头了。爷，那咱们去叫上几个人，把那个龟孙子押回来。他害爷吃了这么多苦，我得让他加10倍偿还。海棠阁在2楼最里间的屋子，是海棠阁头牌玉明的闺阁，光是每日留宿的费用就要2两银子。这几日，王大坤与玉明腻歪在一起，颠鸾倒凤，被翻红了。玉明也是使出18般武艺，只让王大坤舒服的欲仙欲死。爷，让奴家歇息一会儿吧，我去点个酒菜陪你吃点可好？听妈妈说阁里新进了西域来的葡萄酿，最是好喝，要3两银子一壶呢，奴家也想尝尝。好，吃饱了爷才有力气驰骋沙场。你说的那什么葡萄酿来一壶，爷有的是银子，不怕花钱。玉明立马拍了拍掌，几样精致的小菜鱼贯而入，一壶嫣红如血的葡萄酿也盛在水晶壶中端了上来。玉明倒了2杯，爷，奴家敬爷一杯。好，咱们来喝个交杯酒，这才有意思。房门被人大力踹了开来，还没等王大坤反应过来，几个州府的家丁就上前把他绑了起来。妈妈不好了，来贼人了，王公子被……就见老鸨许妈妈陪着笑和一个男人走了上来。州府来人了，这里没你什么事儿，快下去。玉明也是个人精，立马含笑点了点头，匆匆离去。王大坤倒在地上，等元宝走进屋来，王大坤赶紧喊了起来：元宝，是我王大坤。哎呀，这屋子布置的真雅致，这酒菜嘛也是城里首屈一指的了。王大坤，你这日子过得比少爷还潇洒呀。王大坤心道一声糟糕，元宝，那个丫头逃了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这真不能怪我。你看咱们都是给少爷办事的人，你这次帮帮我吧，我记你一辈子的情。得，咱们可不熟啊，别套那个近乎。你还不知道吧，你这次可把少爷给害惨了，少爷说了要好好伺候你，来人带走。王大坤就哭爹喊娘的被人拖走了。周家后院，周满翘着2郎腿坐在椅子上，王大坤一张脸肿成了猪头，嘴角也破了。周少爷，饶了小的吧，饶了你，本少爷关在牢里受家法，可都是因为你这个乌龟王八蛋害的，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去喂狗，还想我饶了你。突然周胖子俯下身子，猥琐的笑道：听说你喜欢小馆，你这喜好独特呀，爷实在是佩服。王大坤以为周胖子也爱此道，赶紧抓住机会说道：爷，此道我懂啊，让小的好好跟爷说说吧。那倒不用，马上就能让你好好的享受一番了。元宝，找个乞丐最多的破庙，把他衣服扒光，明天要是没死，给他送回家去。对了，那银子可得给本少爷拿回来。少爷，饶了我吧，我给你当牛做马。可话还没说完，就像只死狗一样被拖了出去。
这一夜，有人疯狂，有人绝望。再说王桃花有了上次分肉的事儿，王桃花现在的人缘好了好几个度，碰到村人都客气地跟他打着招呼。桃花可吃了？吃了。这是往哪儿去呢？家里造房四面漏风，找有木大叔去帮忙钉几个帘子。是了，你家那造房没遮没挡，冬日是得遭罪，那赶紧去吧。行，婶子，走了。等他快到王有木家门口时，又碰到个熟人王二狗。桃花早。王桃花看都没看一眼，就从他身边走过。这死丫头比上次又好看了些，这脸皮子可真白，可惜凶了点，是朵带刺的花啊，摸不得哟。等他回了家，再看看头发乱糟糟，还没来得及洗脸的前世，更是嫌弃了。不会下蛋的母鸡，给老子滚一边去！前世就捂着脸出了房间，就听到自家相公躺在床上搂着个枕头，自言自语道：桃花，桃花，叔可实在是馋你的身子，也不知道以后会便宜哪个龟儿子。王桃花，你这个贱货！等王桃花来到吴长水家，敲了敲门，就看到一个面黄肌瘦的小丫头探出脑袋来。姐姐，你找谁？妞子，我找你爹，他在家吗？爹去地里拔萝卜了，哥哥去坡上捡柴火，还没回。王桃花应了一声，想着先回去，午饭后再来。姐姐，你找我爹有事吧？外面冷，你来家屋里等吧，爹爹快回来了。王桃花想了想，来来回回也麻烦，于是就进了院子等。一个少年裹挟着冷风走了进来。哥哥，有个姐姐来找爹爹。吴木看到王桃花的一瞬间，眼睛一亮，可很快就垂下了眼眸。你是有才叔家的桃花吧？你认识我？小时候我娘带我去你家玩，那时候你才妞这么大，你没怎么变呢，还是那么好看。你找我爹有事？我家造房没有墙，我想找长水大叔来钉几个席子，不然冬日烧火做饭太冷了。这倒不是什么难事，芦苇是现成的，就是编芦席需要点时间。那要多久呢？席子我会编，我先编起来。我爹也快回来了，我们两个人一起的话，日落之前就可以编好，明日就可以给你钉席子了。那太好了，辛苦你和长水叔了。那银钱多少？我给你。都是村里人，几个席子就不收钱了。那不行，这得费你们大半天的功夫呢。还有，这芦苇割起来有多难，我是知道的。你若是不收钱，我就去找其他人了。那算2文一张席子吧。哥哥，你记错了吧？前几日大烈叔来找爹编席子铺屋顶，爹说是5文一张的。吴木赶紧捂住小丫头的嘴巴。王桃花看着小丫头，大眼睛眨巴着，从怀里摸出钱袋，就数出30文钱塞给小丫头。真不用这么多，大冬天的，地里活也忙完了，我们闲着也是闲着，编几个席子不打紧的。况且你日子过得也不宽裕。那可不行，我才给了10文工钱，已经是占便宜了。再说我现在挖草药也是有进项的，不要可怜我哈。我知道你是个能干的，会把日子过得越过越好的。外面的那些闲言碎语，不要去理会他。看来这小哥还是个暖男呀，谢谢，我会加油的。那个家里还有些事，我先走了。吴木有些失望。王桃花正一头雾水，就见吴木拿了2根手臂粗的地瓜跑了过来。这个给你，是黄心的，你小时候最爱吃了。我爱吃这个地瓜，我怎么记不得了？吴木看着远去的身影直发怔，尘封在心头许久的画面瞬间涌了出来。木头哥哥，这个地瓜可真甜。那是，这个品种的地瓜全沟子村就我家有，是我大舅去很远的地方带过来的。你爱吃，以后尽管去我家，要吃多少有多少。木头哥哥，你真好。白氏和张氏在院子里纳着鞋底。白妹子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地瓜在我家连我和他爹都不能碰呢，可算是被你桃花逮到了。后来王桃花定了亲事儿，自己就更不好去王家了，怕坏了对方的名声。可王桃花的事儿，他却一直都关注着。几辆马车飞快地向沟子村驶来，最后头的马车里绑着一个浑身赤裸的男人，要不是嘴里还冒着热气儿，保准以为死了。蟹裤后头已被血水染红，身上到处是青紫的掐痕，噩梦还历历在目。王大坤身子不停地瑟缩着。这沟子村地方偏，常年也难得来一趟马车，这一下还来了3辆，这可不得了。大家都在猜测着是哪个大人物来了。这位婶子，敢问王有贵家怎么走啊？那老婆子指了路，周管家拱了拱手，3辆马车就飞也似的向王有贵家跑去。这老爷是来找王有贵的。哎呦，他家大郎不正是在县里周家做事吗？说不定发达了，那咱们赶紧去瞧瞧。不要过来啊，我求你们了。自己这副模样要是让村里人看到了，以后走出去
非得被人用唾沫星子淹死。刘氏正在院里打扫鸡圈，心里盘算着把这鸡屎铲去柴房里积着，明年开春拿去肥地。开门，快开门！谁呀？这么用力敲干嘛呀？敲坏了你赔呀！刚打开门，就看到3辆马车停在自家院门口。你们找谁呀？周管家一扬手，2个家丁就从最后一辆马车里像拖死猪一样把王大坤给拖了出来。刘氏一看，自个宝贝儿子赤裸着身子，鼻青脸肿，伤痕累累的。哎呀，大坤儿，你怎么了呀？我的儿啊！听到动静，屋里的几人全出来了，就看到刘氏抱着一身狼狈的王大坤在哭。哎呦喂，我的大孙子，哪个挨千刀的把你打成这样啊？娘子，大坤这是怎么了？说着脱了身上的棉袍盖在王大坤身上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是他们把大坤扔下来的。你就是王有贵？我是王有贵，请问老爷是哪位府上的？我可不是什么老爷，我是州府的管家。围观的人立马议论开了，果然是州府的人，难怪来了这么多马车。你懂啥？这州府在县里可是有5个手指头数着的人家，我姑家2小子的小舅子就在州府当差，听说州府大小姐还嫁给了知州大人了。那可不就是官家夫人了吗？可不是，也不知道这王家大郎犯了什么事儿，被打成这样了。周管家见大家投来羡慕敬畏的眼神，心里颇为得意地哼了一声。周管家，我儿子犯了什么错？贵府要这般处罚？王大坤包藏祸心，用堂妹入府做丫鬟，骗了主子100两银子，本是要扭送官府的，但我们老爷看在他也伺候了几年的份上，只是稍微责罚了一顿，你家把银子还了，这事儿就过了。这番话无异于晴天霹雳，王家各个人都惊呆了。不可能，我家大郎一向都是，肯定是你们州府仗势欺人，诬赖我家大郎。对，我大孙子老实得很，我管你周家还是孙家呢，你们就是鬼扯瞎叫，想要敲诈我王家。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山野村妇最是刁蛮无赖。周管家从怀里掏出一张纸，这是王大坤的认罪书，上面可是有他亲笔画的押，刁奴欺主，骗人钱财，你们说这要是送去给县老爷会怎么判他？刘氏几人吓得脸都白了。再说王桃花正在院里斩着柴火，王豆香就兴冲冲地跑来了。桃花，你咋还在这斩柴呢？你哪家？哦不，刁大娘家发生大事了。王桃花有些疑惑地看去，周家把王大坤打了一顿，送回来了。听说王大坤还骗了100两银子呢，现在周家的人正在要银子呢。啥？这么好看的大戏？那不是，快走，去晚了就没什么看头了。王桃花激动不已，扔下柴刀就和王豆香往王有贵家跑去。真要说起来，令郎的伤可不全是我周府打的，你家大郎水路不走，专爱走那旱路，自个儿不知自爱，去海棠阁睡小官还不知足，还去破庙找乞丐，听说昨夜和7、8个乞丐风流快活呢，令郎真是玩得够花呀。这番话震碎了所有人的三观。周管家说王大坤不爱女人，爱男人，真是伤风败俗，丢人现眼呐。可不是嘛，难怪王家还不给他物色媳妇儿，原来有这么一茬呀。还好没姑娘嫁给他，不然呐得守一辈子活寡了。哎呦，可别说了，我老婆子活了50、60岁，从没听过这么荒唐的事儿。呸！一时间所有人看向王大坤都是不屑和恶心。这王大坤不会也是穿越来的吧？这么会玩，还那么多人，我的天哪，辣眼睛。不过就他那张头鼠目的样子，一看就不是个直的。王有贵听着众人议论，就感觉脑袋里钻去了无数的苍蝇，嗡嗡嗡的。畜生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王大坤嘴里的臭袜子早就解了，可现在除了眼珠子乱瞟，就是一声也不敢吭。知子莫若父，这还有什么不清楚？王有贵抬起就是一脚，踹得王大坤心口一疼，差点背过气去。你这个逆子，老子的脸都被你给丢光了。王大海站在一边抹着下巴看戏，脸上全是幸灾乐祸。平日里你们总是偏心老大，今天他做了这么恶心的事儿，这一下打脸了吧？哼，知道谁好了吧？哼，想不到我这好大哥平日里人模狗样的，原来是一肚子的坏水啊！当家的别再打了，大郎都吐血了。你让开，我今天非打死这个丢人现眼的逆子。周管家重重地咳了一声，令郎要打要杀是你们家的事儿，现在赶紧把100两银子交给我吧，我还得回去交差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家大郎什么时候骗过你家100两？周家也是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怎么能这般不讲理？
桃花那丫头送去你家时，明明才给了20两银子，还真是白也白玉米，瞎白到底了。管家被这老婆子喷了一脸的口水。老婆子，你味儿太重，离老夫远点。王大坤，你自个儿说吧，拿了少爷多少银子？你可得实话实说，咱们少爷的银子可没那么好拿。爹，你救救儿子吧，儿子确实拿了周少爷100两银子，这次是儿子猪油蒙了心，以后一定好好孝敬你。你个黑心肝的烂肠肚的鬼崽子，你连我都骗呐！枉我老婆子什么好吃的好用的都想着你。刘氏虽生气大儿子也骗了自己，但毕竟是分了些银子的，于是唯唯诺诺的站在一边，半句话都不敢说。那是100两啊！你个逆子，让我去哪里给你凑？想必几位还不知道吧？令郎这几日躲在海棠阁那里，过得可是快乐似神仙呢。每日的花销少说4、5两银子。王有贵又要上前踢人，刘氏赶紧拦了下来。当家的，别再打了，坤儿已经全身都是伤了，你现在就是把坤儿打死了也没有用啊！慈母多败儿啊，这孽障成了这副样子，都是你惯的。你们几个商量好了没有？银子赶紧拿来，府里还有一大堆的事儿等老夫呢。那个周管家，我家就是山沟里的平头百姓，这一下子真拿不出来100两啊，还请你宽容几天，让我去筹措筹措。我家少爷说了，今日不拿回银子，就等着给王大坤收尸。王大坤怕死，抱着王有贵的脚，哭得鼻涕眼泪糊了一脸。周家要逼死人了，这年头谁家能拿出100两银子呀？你看看我老婆子值几个银钱，直接刮了肉去卖了吧！快来人呀，周家仗势欺人，没王法了呀！可众人看着婆媳俩闹腾，不但毫无怜悯，反而多了几分厌气。进去搜，谁要敢进我家门，我老婆子又咬断舌头。老婆子，我周家在这平川县可不是撒泼耍赖就能够对付的，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把他给我扒开。刁婆子就被2个家丁架了出去。这老婆子说好的咬舌呢，快咬呀！王大海还想去拦一拦，对方眼睛一瞪，屁都不敢放一个。王香香更是缩在了角落。5、6个家丁开始在各个屋子里翻箱倒柜的搜了起来，各种瓶瓶罐罐破碎的声音此起彼伏。找到了！就见家丁们从刁婆子和刘氏屋里跑了出来，手里拿着钱匣子和一个布袋。畜生，快还我的钱匣子！那些家丁本就是挑出来的护院，有些手脚功夫，一巴掌呼去，刁婆子就被扇倒在地。可刁婆子又爬过去，抱着对方的脚不撒手。王有贵和王大海刚想冲上去帮忙，就被几个护院打得鼻青脸肿。不一会儿，王梦山就来了。村长，这事方才我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，他家王大坤骗了我家少爷100两，有认罪书画押为证。今日我周府只不过是来讨债而已。哦呸！你们周家仗势欺人，横行霸道，这个局诬赖我家大郎。村长啊，你得给我老婆子做主啊！周管家冷哼一声，朝王家几人拱了拱手。各位不好意思了，我周家下人手粗，伤到了各位。不过今日这银子要是拿不回去，这事儿必定没完。我周家在县里怎么说也是排得上号的，这下人嘛多的是，咱每天来一趟也无妨。王家众人听了这话，又是脸色一变。王桃花看的那叫一个倍儿爽，果然恶人还得恶人磨。有贵呀，既然大坤欠了债，就还银子吧。王蒙山，你个八回的，你是哈巴狗子吗？那么急着去舔他周家的臭脚？有贵，把你娘拉到一边去，别再吵吵了。娘，别闹了，不然又得挨打。刁氏的声音这才小了几分。刘氏的布袋解开了，里面有3锭银子，每锭10两。刘氏，这银子哪来的？坤儿给的。刁婆子略微一想就明白了。好你个刘氏，竟然跟你好儿子合伙来诓骗我老婆子，回头我就叫大贵休了你这个黑心肝的丧门星。接着是刁婆子的钱匣子，这钱匣子上了锁，愣是王梦山说破嘴皮子，刁婆子就是不肯拿钥匙。一个家丁直接去马车上拿来把砍骨大刀，正要砍，刁婆子不知道哪来的力气冲了上来，抱住自己的钱匣子就要往外跑，却被一个家丁一棍子抡在膝盖上，哎呀一声，刁婆子摔了个狗吃屎，却依然抱着钱匣子不松手。村长啊，这老婆子再撒泼耍赖，咱回去就给县太爷递帖子去。刁氏，你不想坐牢就别折腾了。娘，算了。算什么算？那是我的银子，我攒了大半辈子的银子呀。王梦山看刁婆子这般狼狈，也有些不忍，刚想说上2句，村长啊，
这古往今来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若是哭一哭，闹一闹，就能赖了账，那估计这天下都乱了套了。你说是不是啊？王梦山只能把求情的话硬生生的给吞了，一刀下去，哗啦，那匣子里竟然有5个明晃晃的元宝，还有一大把散碎银子和10几串铜钱。众人顿时一片震惊，不得不说，这刁婆子还是很能搂银子的。等家丁数完，竟然有57两3钱银子。周管家算清楚了，银子一共是87两3钱银子，还差12两7钱银子，赶紧去凑凑吧。哎呀，周管家呀，家里银钱都是我娘在管，我家所有钱都在这儿了。你看10几两银子，能不能给点时间筹措一下？我们少爷说过，今天1文钱都不能少。我看你家也住着青砖瓦房的，去搜搜家里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拿来抵吧。不行的话，地倒是可以卖几亩。王有贵听到要卖地，整个人都哆嗦了起来。他一辈子爱田地胜过爱银子了，卖地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。那个，我想想，本管家就给你1盏茶的时间。周管家也不急，搬来一张椅子，悠哉悠哉地坐着。我说王有贵呀，我看你家姑娘生的倒是也算周正，要不把她送去州府做个洒扫丫鬟，这银子嘛也就省下了。娘，我不做丫鬟，你说过的，我以后要进宫做娘娘的。你这丫头胃口倒是挺大的呀，就你这模样送进宫去当宫女都够呛，还娘娘，山鸡还想变凤凰，痴心妄想啊！这赤裸裸的嘲讽让王香香又羞又怒。周管家，我王有贵还有几分骨气，不卖儿女。是啊，不卖儿女，就专门卖侄儿侄女。有些人呢，还真是当了娼妇要立个贞节牌坊了，太无耻了。王有贵怒瞪了王桃花一眼。王有贵啊，既然你不卖儿女，那就卖地吧。娘，你记不记得你还有些首饰，要不先拿来抵了债了吧？老娘要知道你这么窝囊不孝，当初一生出来就该把你溺死在尿桶里。说着就撕扯拍打着王有贵，王有贵也不敢还手，只能任由他打。围观的人顿时心里唏嘘不已，有妇人还偷偷地教训起儿子来，看看这就是坑蒙拐骗的下场，不仅被人追着打，还得把家底儿掏空。你以后啊，要是也敢这般，我打断你的腿。娘，我会乖乖的听话，不卖你的首饰。要首饰没有，你干脆把老婆子拿去抵债好了。娘，难不成你要咱们家卖地吗？那以后日子怎么过呀？奶奶，等孙儿以后挣了钱，保准给你买新的，这次你就救救我吧。看着儿子孙子哭求自己，刁婆子嘴唇微微颤抖着，一瞬间仿佛老了10来岁。全给你们好了，老婆子给个干干净净，也闹得清静。不一会儿，就如丧考妣的拿出一个巴掌大的盒子，丢给王有贵，里面是4、5根银簪子，一对银镯子。周管家，你看加上这些够了吧？周管家拿来一根簪子瞧了瞧，掂了掂。桃花，你怎么了？豆香，那些簪子和银镯子是我娘的嫁妆。你是说那些首饰是白婶子的？那根梅花簪子是我娘最喜欢的，说是我外婆留给她的，可是少安出生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了，原来全被这老婆子给拿走了。周管家，这些确实都是足银首饰，加上这些刚好够100两。好，把东西收起来，咱们回府。慢着，王桃花大跨步地走向前。这些首饰都是我娘的嫁妆，他们没有资格拿去抵债。小丫头，你打了我们少爷，我们没去找你麻烦，你倒跳出来争东西了。到现在周家都认为那次周胖子被抓是因为扰了贵人的清静，你们周家和这几个畜生合伙算计我，我才是受害者。你们周少爷挨打是活该，我王桃花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怕什么呀？小丫头嘴巴挺利索的呀，你一个小小村姑，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就不怕得罪了我周家？凡事都离不开一个理字，我朝太祖龙起于阡陌，曾颁布圣谕，无论市井官宦，凡仗势欺人、横行跋扈，均可羁押鼓告之。你若以强凌，若报复我，我就去衙门口敲大鼓；县里若是不行，我就去州里、府里。你说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这丫头倒是个愣傻的，可惜呀，这世道可不是黑白分明啊。周管家不屑地拨弄着盒子里的几样首饰，这东西是王家递给我们周府的，我可不管来处。刁婆子回过神来，那周家得罪不起，他王桃花送上门来，还不得狠狠出口气。死丫头，谁让你进我家院子的？给老娘滚出去！
你坑蒙拐骗了我娘的首饰，我还不能来你家讨要说法了。这些都是我老婆子这些年置办下来的首饰。哼，你还要不要脸？那梅花簪子上还刻着我娘的姓氏。刁婆子，当着大家伙的面，你敢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吗？咋，做儿媳的送几件首饰给婆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要不信，去地下找你娘问问，我看那小娘养的贱货敢不敢向我要东西。啪！王桃花快步上前，扬手就是一巴掌。你敢打我？刁婆子，你若再敢侮辱我娘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王有贵准备上来帮忙，王桃花一棍就敲在了他的胳膊，疼得他吸了口冷气。突然，刁婆子绽开一个笑脸。周管家，那首饰你尽管拿去吧，就算去县太爷那儿，东西也是我的。刁婆子看王桃花沉着脸，心里顿时爽快了几分。银子齐了，咱们走。等路过王桃花时，丫头，我要是你就缩紧脑袋躲得远远的，咱们周家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招惹的。说着大踏步走去。等等，丫头，你还想上手抢不成？周管家别紧张呀，你看我这么手无寸铁的弱女子，能把你怎么样？那你想干什么？周管家，今日下午这首饰必回我手中。痴人说梦，不自量力。走。3辆马车飞快地离去，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。有贵呀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咱也看开点，银子以后还会有的。那大郎身上伤得不轻啊，还得赶紧送去医馆看看。说着也走了。刁婆子眼睛跟淬了毒似的，看着缩成一团的王大坤，家里哪还有银子给这个丢人现眼的看病？刘氏只得当了几件7成新的衣裳，把王大坤送去县里看了。后来王大坤病是看好了，不过据说落下了一个病根儿，就是管不住古道，稍微一紧张，那阿杂之物就滚落了出来，可谓是迎风10里臭啊。这件事之后，王家的名声算是臭到家了。少安，姐要去趟县里。啊姐，你去县里干嘛呀？当然是去把咱们娘的嫁妆首饰拿回来。可是姐，周家人那么坏，上次你就差点被他们害了，他们肯定不会让你赎回簪子的。姐姐才不会傻乎乎的去叫忙，我要去找一个大人物帮忙。放心，不会有事儿，你乖乖在家看家。等他来到孙府角门，就遇见了扫墨抱着一堆糕饼盒子从街头过来。桃花姑娘，你是来找我们爷的吗？那个确实有点事儿，要麻烦孙公子。那跟我进来吧，爷这会儿刚好有空。骆子玉正盯着几株枯荷发呆，手下的画纸上画了一个白发老将军，一身戎装，伫立在高坡之上。爷，桃花姑娘找你有事儿。你找我？难不成是那猴头菇已经找到了？还没，今日来拜访是有事相求。我说姑娘，咱们不太熟吧？你这上个人情还没有还，这又来找我办事，这脸皮蛮厚的呀。都说相识就是缘分，我认识的贵人里就孙公子一个，你又那般心善大度，风度翩翩，心怀若谷，我可不就想着来找你嘛。别给爷灌什么迷魂汤了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王桃花就把事情简单说了几句。你是想让我找周家把那几件首饰买回来？那是我娘的遗物，我想留着。你放心，买首饰的银子我来出。王桃花，听说你读过书？算是读过几本。不是说首饰的事儿吗？怎么一下子就讲到读书的事儿了？骆子玉指着那幅画说道：这不，我刚画了一幅画，就缺一首画中诗，你若是能帮我添上一首，那这事儿我就帮你办了。还怕你提其他要求呢？这写诗啊，我在行呀。这前世唐诗宋词在这个朝代可都还没出来呢。孙少爷，你确定？爷像是说话不算话的人吗？王桃花就凑上前去，认真看了看画。孙少爷，你这画画的真不错。这老将军虽已白发，可面对千军万马岿然不动，是个英雄。骆子玉点点头，心下很是妥帖。怎么样，能写吗？王桃花也不说话，拖着下巴，满脸纠结。自己这是疯了吗？让一个村姑写诗，传出去非得被燕小四他们几个笑死。算了，这对你来说太难了。扫码，你陪他去一趟州府吧。哦，好嘞，爷，桃花姑娘，请随我走吧。不料下一秒，王桃花拿起毛笔往画纸上直接写去。扫墨看了，三魂去了6魄，自家主子最在乎老国公爷了。要是这姑娘写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惹了爷生气，可就不美了。好一笔簪花小楷啊！很快4行字跃然于纸上：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最后一字读完，骆子玉惊得说不出话了。桌坐，孙公子见笑了。还算不错。扫墨，你带他去一趟吧。
不是吧，大哥，刚才你口水都要流下来，确定才不错？这个可是七绝圣手王昌龄的代表作，不震死你才怪！你丫就装吧。多谢孙公子了。正要离去，骆子玉喊住了他。王桃花，过几日我要去趟京城，往后若是有事，可来府里找史管家。这去京城一来一回不得好几个月，那猴头菇的事儿说不定就忘了。那就祝孙公子一路平安。那猴头菇等爷下次回来再吃吧。王桃花脚下一拐，差点摔倒。王桃花走后，骆子玉飞快地拿起那幅画。好，真是好诗啊！这要是在京城里，凭这首诗足以名动一时了呀。本公子就喜欢不拘一格的人，这个朋友值得一交啊。再说扫墨带着王桃花去找了史管家，不一会儿那几件首饰就送了过来。王桃花拿起那几根簪子，果然簪尾都有白字。姑娘，周员外说这次周少爷多有得罪，这盒子里面有几样姑娘家的小玩意儿，说是送给姑娘赔礼的。递来一个朱红的雕花盒子，就见里面是3根做工极精致的金簪，金光闪闪的，瞬间晃花了眼睛。这可是金簪，这么大根儿，得值多少银两啊？那行，本姑娘也不是那种不知好歹的人，我就看在金簪孙公子的份上，接受他家的道歉吧。史管家，还麻烦你跟他家说下，姑娘无故受了此罪，他们周家本就该道歉。放心，他们不敢找姑娘麻烦的。史管家本来是打算安排马车送王桃花回村的，可是王桃花想到来一趟县里得买些东西回去，于是拒绝了。扫墨回到水榭，就看到骆子玉还在看那幅画，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诗。爷，这诗你都读了上百遍了。这哪是简简单单的诗啊，这诗里有千军万马，气概可吞天下。祖父看到了绝对开心。啊，这诗这么好呀，那这次大少爷二少爷肯定比不过了。他们就算是找来了千里良驹，封侯宝刃，也比不上这诗歌半句。扫墨，你找个好匠人把这幅画裱好，咱们后日启程。好嘞爷，小的这就亲自去办。密室中，祖父我已位极人臣，军中掌事的又多是我的部下，现如今你阿杰也坐上了后位，现在我护国公府是鲜花着锦呐，烈火烹油。殊不知这帝王最是忌惮我们这般人家，自古来外戚功臣又有几个善终啊？玉儿啊，也要你远离朝堂，不出事，不从军，是为了保全你，也是为了保护国公府啊。你爹是个不中用的，成日里只会留恋院里女人裙摆之间，我护国公府所有人的将来都托付在你身上，可是明白啊？孙儿明白。从今日起你就醉心于吃喝玩乐吧，我教你的武功暂时也不要使出来。这些年呢，咱们这位皇上的疑心越来越重了。从那天起，骆子玉成了京师里炙手可热的小公爷，也成了只会吃喝玩乐的小霸王。等王桃花刚回到家，吴长水父子俩就扛着芦席和木梯子来了。长水说：“你们来了。”丫头啊，这几日雪会大起来，早点过来帮你钉好席子，也可以少受些罪。木头都跟我说了，你给那么多钱，太客气了。咱们乡里乡亲的，给个席子钱就好了。下次不许这样了。王桃花赶紧把两人让进了院里，正带去倒杯热水，两人已经忙开了。丫头，你这灶房顶有几片木板没烂了，这可经不住血压呀。木头，你回家拿几块板子来。很快就拿来了几根1米多长、四四方方的板子。吴长水接过板子，眼睛闪了闪。这臭小子怎么把这几块板子拿来了？还不保卫得紧吗？说留着给妞打个匣子吗？他看向自个儿子，对方正有意无意地瞥向屋里的身影，心下突然了然，说：“麻烦你了，来帮我钉个席子，还得帮我修屋顶。”桃花，你不用客气，我爹随手的事儿。婆娘看到了没？这臭小子还知道拿我做人情了，开窍了，开窍了呀！这芦席编得很长，足有5-6米，这是把屋顶也给算上了。这吴家人可真厚道呀！等芦席往屋顶盖去，王桃花和吴木又分别扯住两头往下拉，待两头扯得一样长，屋顶上的席子也绷紧时，吴长水拿来块长条木板压住屋顶的席子，就飞快地朝上钉了钉子。王桃花摸摸这里，看看那里，很是新奇。长水叔和木头哥手艺真好。吴木见王桃花满意，心里很是开心，不由得摸了摸手上的伤口，感觉一点都不疼了。丫头啊，叔也就这手艺能拿得出手。不过丫头，你可得有心理准备啊，这芦席墙春日不耐水，没2-3年就得沤烂了呀。
叔，这个我晓得，我会努力挣钱，倒是请叔来给我起一个青砖院子。丫头有志气，那咱们可是说好了，到时一定找叔给你建一所漂漂亮亮的大宅子。吴木一边收拾着工具，脑袋里还回荡着王桃花的笑脸。临走时，王桃花往吴木手里硬塞了包姜糖。木头哥，这糖你带回去给妞子吃。不要，你可不能拒绝，因为这又不是给你的。王桃花狡黠地说着，吴木更是不知所措了。拿着吧，我跟有才也算是老相识了。丫头，妞子看到这糖，保准做梦都得笑开花。叔，妞子那么可爱，应该是你笑开花吧？有空让她来家里玩，跟少安刚好有伴儿。好好好，要的。待两人离开后，王桃花把王少安叫进屋里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。少安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等王少安看到那几根簪子要回来了。阿姐，这些簪子都是咱们娘的。娘说过，她出嫁时外公把外婆留下的首饰都给了她，可惜咱们娘都没戴过几次，就都被那婆子骗走了。姐，娘的模样我已经记得有些不清楚了。王桃花知道这孩子想娘了，于是笑着拿过簪子插在头上。好看吗？真好看。我二姐是个仙女，那以后姐天天带着，这样啊，娘就天天陪在我们身边了。算下来，现在有12两多的现银，还有3根金簪子，几个金银刻子，1个玉坠子，折合下来应该有近100两银子，在这村里算是有钱人家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那雪就没停过，整个沟子村里里外外白茫茫一片。王桃花和王少安被困在屋里，十分无聊，索性就把那箱子书拿出来看了起来。王桃花拿着一本《前朝史略》看着，里面讲述了大梁朝前几代王朝的兴起和衰亡，让他慢慢把这段架空历史缺失的部分补充完整了。王少安则拿着一本《论语》，看得津津有味。这雪下到第5日，天总算放晴了。是啊，这几天闷在屋里，我头上都要长草了。姐，你又胡说了，头上哪里会长草了？那就发霉好了。发霉不好，还是发胖吧。以前娘常跟我说，胖点有福气。我谢谢你个大聪明，我才不想胖呢。王桃花肚子有些饿了，她看着铁炉子，眼珠子一转。少安，想吃烤地瓜吗？好啊好啊，我可喜欢吃地瓜了，又香又甜。王桃花从篮子里翻出前几日吴木送的2根黄心地瓜，两人就边聊着天边等了起来。约莫过了20来分钟，整个屋里都是地瓜的香甜味了。王桃花用烧火棍把地瓜扒拉了出来。阿姐，以前咱们家的地瓜，大的好的都被奶挑走了，剩下的都是小的破的，烤了一点都不甜。王桃花一边吃着一边听着，倒想起了件事儿。玉岁开春时，王桃花一大早就被刁婆子叫去洗被套褥子。好家伙，这一家人的被套褥子堆得比山还高，刁婆子又心疼柴火，不让烧水。王桃花只能拿去河边洗，这初春的河水极冷。等王桃花洗完那堆被褥，双手已是冻得没了知觉，这大半天低米未沾，又洗了这么多东西，王桃花早就饿得头昏眼花。看灶房的锅里煮了一锅的地瓜，想拿又不敢拿，只能干咽着口水。不料这时王香香走了过来。桃花姐，你是饿了吧？锅里有刚烀好的地瓜，最是热乎，你拿根垫垫肚子吧。我不敢，奶会打人的。桃花姐，你洗了这么多被褥，贾奶夸你还来不及呢，吃根地瓜算什么？可是……别可是了，你尽管吃，如果奶真骂起来，就说是我给的。王桃花被王香香这么一忽悠，最后还真忍不住拿了一根最小的吃了。哪料王桃花前脚刚走，王香香后脚就偷偷的挑了2根最大的地瓜吃了。等吃完一抹嘴，就兴匆匆的跑去刁婆子屋里告状。刁婆子对这事儿还有些半信半疑，就那丫头胆子比老鼠大了不少，也敢动她的东西。等她来到灶房数了数，发现果真少了3根地瓜，这下可不得了了，直接气冲冲的跑去王有才家，揪着王桃花就是一耳刮子，又狠狠地掐了几下。老娘的地瓜你也敢偷吃？就你这3两柱的贱骨头，你也配吃吗？奶，饶了我吧！我洗了被套褥子，实在是太饿了，就忍不住吃了一根最小的，真的就鸡蛋那么大。是呀，奶，桃花姐洗了那么多被褥，可累了，别再为她私自拿地瓜打她了。你个死丫头，洗个被套把你能的屁股都要翘上天了，竟然敢做老婆子的主了！
奶，我不敢，是香香让我。奶，你先消消气。我路上过来听了好几个婶子都说桃花姐是个勤快的，大冷天的还帮咱们家洗那么多东西，你打她说是被人看到，又该说嘴了。刁氏往王桃花脸上啐了口，我看他就是故意往人群里钻的，也不知道显摆给谁看。你给老娘记住了，你那短命的娘没能伺候婆婆，就得你来补上。说着又要来掐王桃花。王桃花想跑，王香香伸脚绊倒了她，最后王桃花只能抱着头蹲在地上，任由刁婆子掐打。王香香，看来你做的恶事还真不少，哪天姑奶奶向你讨教讨教。下午，王桃花看了看缸里的10来条肉，腌了这7、8日，已经有些发白了，表面有细细的盐花刺了出来。腌够了，可以做腊肉了。阿姐，这肉闻着就好咸呀，是不是要去拿外头晒呢？不，咱们这肉是拿来做腊肉的。我去砍些柏树枝来。王桃花出去没半个时辰，就砍来一大包柏树枝。姐，这些树枝都是湿的，烧不了的。我要的就是湿的。这柏木枝有特殊的香气，熏腊肉又香又不生虫子。王桃花把那10几挂肉条和一个劈成2半的猪脑袋挂在灶房横梁上，然后去铁炉子里扒出一些烧得发红的木炭，然后把柏木枝盖了下去。很快一大股浓烟腾了出来。阿姐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这烟哪来的香味儿？太呛人了。王桃花正在说话，就见王烈拎着个木桶急匆匆地从远处跑了过来。桃花，你家哪里着火了？着火？姐弟俩互相看了眼，捧腹大笑了起来。王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次日，王桃花交代好王少安，背上篓子深一脚浅一脚的往县里走去。等到县城时，老远儿他就看到城墙根下黑压压一片，这些都是逃难的百姓，他们3、5成群的窝在一起，衣上单薄褴褛，神情多是萎靡不振。有些拖家带口的流民则砍来树枝，靠着城墙撑起了一个个小小的棚子。这才几日没来县里，就有这么多流民了。难不成北边又打了败仗？这么一想，王桃花一颗心就剧烈地跳了起来。进了城，王桃花发现街上的人更是少了很多，冷冷清清的，就看到好几家粮铺大门敞开着，里面一片狼藉，米缸砸了，粮桶也摔得稀巴烂，那箩筐更是裂了好几块，可粮食一粒未见。几个掌柜皆唉声叹气的坐在门口，抹着眼泪，地上还依稀可见鲜红的血迹，心下更是不安起来。等来到周家粮铺，里面的情景跟前头铺子里一样。说，丫头啊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咋还敢一个人来县里啊？说，是不是出事了？我看城外有一大片流民呐。听说这胡人快要打到徽州了，那些流民都是江对岸来的，咱们县偏点，听说附近几个县连街上都是睡满了人呢，往后啊，这人只会越来越多呀。自己担心的事果真来了，那朝廷不管吗？不是说骆老公爷要亲自挂帅吗？丫头，你没听说吗？骆老公爷寿诞刚过就病倒了，现在圣上打算让小公爷顶替老公爷出征呢，也不知道这小公爷是否能挑得起大梁，听说还不到弱冠之年呢，也不知道能否把胡人赶出我大梁啊。说，我看了对面几家粮铺也都这般景象，这是怎么了？流民抢的呀。说着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。好在我这铺子还好，本来也没剩多少粮食，抢了就抢了吧，就当说救济灾民做了善事了。说，你能这么想是好的，那你接下来什么打算啊？眼瞅着快过年了，我这边整理好了，明日就回乡了。丫头，你来城里可是粮食不够啊，叔那边还有一些，要不匀你一点。说不用了，我那粮食够吃了。今日来城里本来是想买些采买过年的东西，想不到变成这番光景。丫头，那你买了东西，趁着日头早赶紧出城，这几日城里城外都十分不太平，发生了好几起抢劫了。这不今日早晨县太爷去卫所调了兵，才把流民赶去了城外，现如今流民皆不许入城，不然城中早乱了套了呀。那县太爷就不管那些流民了吗？哪里呀，前几日县太爷就派工兵去县里几个员外家里游说捐粮了，各家商户也都出了些银子，现在每日某时和酉时都会在几个城门口施粥，不然这大冷天又下着雪，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呢。看
看来这县太爷还不算糊涂，就是这流民越来越多，不知道能坚持到几刻了。他正打算出城，又远远看到一个邋里邋遢的男人硬拉着一个小丫头往街边楼里走去。爹，我求你别卖了我，爹，我会好好表演，别卖了我。这声音有些耳熟。东儿，这时那男人一巴掌扇去，不卖了你，老子吃什么呀？喝什么呀？这天寒地冻的，你想饿死老子？刘东儿咬着唇，就是没让眼泪滚落下来。再说了，老子给你找了多好的地方啊，这进去了就是享福。记住了，以后穿金戴银，吃香喝辣的，可别忘了爹。爹，你真不要我了？你虎了呀？去了这楼子里，难道我就不是你爹了？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总得报答报答我吧？都卖了人家，还要别人记着自己，这不要脸的狗东西是把这丫头当摇钱树了呀！刘东儿眼里的光芒渐渐散去，脸上似乎多了一丝不似这个年纪的颓丧和绝望。接着如行尸走肉般任由那男人拽着往楼里走去。春花楼，这是县里最大的青楼。等等，你是谁呀？叫住我干嘛？刘东儿看到王桃花，眼睛一亮，正想张口叫人。王桃花轻轻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看这孩子哭得伤心，是你的吗？”废话，不是老子的，难不成是你的？你这是打算卖孩子吗？这前面就是青楼了，这清白人家的姑娘要是进去了，可就是掉进了染缸里了，一辈子都毁了。哪儿来的野丫头？要你多管闲事儿？我自己孩子，我想卖就卖，干你何事儿？别来烦我，快走开！叔，你误会我了，你既然要卖孩子，就卖给我吧。我娘说家里缺个烧饭喂猪的丫头呢。好说好说，不过你出多少银钱呢？这春华楼的崔妈妈可是出了5两银子啊！一个活生生的孩子就卖5两银子，还抵不上一头牛的钱。这世道可真是人命如草芥一般。叔，你这丫头卖的也忒贵了，我刚从城门那过来，流民的孩子比她还大，都能干事了，才3两银子呢。那能比吗？我家冬儿这相貌不摆着呢吗？回去养几年，卖去给人家当媳妇儿，少说也是10两银子。你就说要不要？不要我就卖花楼里去了。好吧好吧，我遇到这丫头应该是缘分，我出5两1钱银子，你若是同意，咱们找个地方写卖身契吧。那行，去前头茶馆吧，那里有书信先生。3人正要离去，哎，我说刘拐子，说好的人呢，咋还不带过来呢？那老鸨看到王桃花俏生生地站在那儿，跟花骨朵似的，也是眼前一亮。哎呦呦，这姑娘长得真标致，刘拐子，这也是你闺女？这个要是卖的话，妈妈我出这个价。说着比了3根手指头。崔妈妈说笑了，这可不是我姑娘啊。不碍事，这位姑娘可愿进我春花楼做事？妈妈我保准你成为这平川县的花魁娘子，到时吃香的喝辣的，绫罗绸缎穿不尽，金银首饰戴不完呐。那啥，妈妈，对不起，本姑娘胃不好，吃不起你楼里的山珍海味。姑娘说笑了，我这春花楼打开门做生意，不也是为了挣吃穿用度，跟其他行当有啥两样？反而能认进这县里头的富贵之人，运气好呀，赎了身子去做如夫人也是有的。这位妈妈，你认为这青楼这么好，那我祝你世世代代都当个老鸨子好了。山猪吃不了细糠，真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乡下丫头。王桃花朝刘拐子父女扬了扬下巴，咱们走吧。慢着，刘拐子，你说好的姑娘今日迈进我楼子里来，还不跟我去里面写了身契，拿了银子走人？崔妈妈，这丫头已经买了冬儿了，咱们的事儿要不就算了吧。她出了多少银钱呀？出了1钱。瞧瞧，这穷酸样还买人。刘拐子，妈妈我出6两。刘拐子眼睛立马睁得跟个鸡蛋似的，就这一下子多了1两银子呢。崔妈妈果真大度，难怪春花楼能日进斗金呢。王桃花眼睛闪了闪，这崔妈妈是跟自己杠上了。姑娘，这丫头你还要不要？这年头也是奇怪了，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敢出来胡叫2把。王桃花有些生气，恨不得把这老货的牙一颗一颗的给拔了。崔妈妈是吧？你可知道我这丫头是要给谁送去？管你给谁送去，这做买卖得讲究一个先来后到，价高者得。
我今儿个来可是帮孙府公子来选红袖添香的丫头，孙府知道吧？县里最富贵的人家。丫头，我说你这也太能胡诌了吧？就你这身打扮，哪里像是个贵人们干活的？说是通房丫头，人家都嫌寒碜。你别以为胡乱扯个富贵人家，老娘就怕了！呸！我还说我在帮县太爷相看通房丫头呢。崔妈妈一招手，跑出了4、5个打手，把这小丫头给我带进楼里。姐姐，谢谢你，我会记住你对我的好的。眼看小丫头就要被带进楼里了，王桃花急得不知所措，突然灵光一闪，朝他眨眨眼睛，两眼一翻，做了个晕倒的动作。刘冬儿也是个机灵的，在堪堪踏进青花楼时，身子一晃，咚的一声，哎呦呦，这是怎么了？人咋就倒地上了呢？刘拐子上去就对着小丫头的后背啪啪的猛拍了几下。死丫头，别装死，赶紧给老子起来，不然老子扒了你的皮。可冬儿还是跟木头似的，一动不动。王桃花眼皮子一跳，好像不对，不会死了吧？这下刘拐子也吓住了，颤抖着手去摸冬儿的鼻息。没死，有气呢，还好没死啊，不然老子就亏大了。崔妈妈呀，你老放心，这人绝对没问题，就是这2天没吃饭饿的。这乡里女生贱养得很，你给晚饭吃饱了，保准又活蹦乱跳的。吃什么吃？我这是开门做姑娘生意的，不是善堂。这丫头身子骨这么弱，谁知道能不能活到接客那天？人我不要了，你赶紧拖走，免得脏了我春花楼的地。真是晦气。说着让手下把门给关了。刘拐子急了，拼命地敲着门。崔妈妈，我不要6两银子了，你给我5两啊，不，4两就行。刘拐子，你若还赖在我门口不走，就别怪老娘翻脸不认人了。王桃花赶紧上前把人抱起，就看到这丫头双眼紧闭，脑门有个指头大的窟窿，鲜血止不住的流，她磕破头了，得赶紧送去医馆包扎。这也用不着去医馆吧，随便地上抹点土敷敷就好了。王桃花懒得理他，直接抱着他往医馆跑去。你把我家姑娘抱哪儿去啊？吴文山给冬儿施了针，血就止住了。好在这个丫头身子轻，磕碰的不重，上了药过几日就好了。不过晕了这么久也是奇怪，老夫再给她把把脉。等到把完了脉，眉头微微皱了一下。这小丫头病倒是没有，不过身子骨有些弱，许是长期没有吃饭，本就是气血不足，又流了这么多血才没有醒过来。石头，去拿半钱黄芪泡水来。再把黄芪水喂下，人就悠悠的醒了过来。姐姐，你先别说话，再躺一会儿，不然头会疼的。姐姐，我爹他有没有为难你？冬儿，你别担心，一切都交给姐姐哈。姐姐问你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冬儿愿意。冬儿以后不想再跟爹一起了。吴大夫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王桃花把冬儿的情况说了一遍。很快，两人就来到了医馆大厅。这刘拐子嘴里正咬着根杂草，懒洋洋的靠在大门口。吴大夫，那小丫头怎么样了？怎么还没醒呀？姑娘，这小丫头内里亏损的极厉害，若是放任不管，活不过1年呢。啥？这么严重？那可有法子救治？门外的刘拐子一颗心也提了起来。这孩子5脏6腑的血气供养不足，若是吃上几副上好的补药，再将养上个3、5年，倒是能够恢复如初。有救就好。大夫，我冒昧的问下，这几贴补药算下来得多少银子啊？10两银子。10两银子？这补药可是8珍汤啊，里面加了人参，当归的，最是补气补血，自是贵重些。那个大夫，这孩子我也不太熟，就是偶然间碰到的，这是诊费，你收好，他爹马上就来了。不行，你赶紧把这丫头卖了，不然等哪天她病发了，就1文也不值了呀。王桃花出了医馆，还没走2步，刘拐子装模作样的从巷口跑了过来。姑娘，可算找到你了，原来你把冬儿带到这个医馆了呀。那啥，我家冬儿怎么样？还活着吧？你巴不得他死啊？没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啊。人在医馆里躺着呢，自个接去吧。说完做事要离去。姑娘，你等等，医馆的费用我已经给了，不用你操心。不是这个事儿。想要谢我？算了，不用了，就当我给自己积善德吧。我看冬儿这丫头跟你挺投缘的，要不你买了她？不要，人家那大夫都说这小丫头身子骨弱，以后得养着。我是买人，不是去伺候人的，我还是去城外买个身子骨好的吧。刘拐子生怕王桃花真走了，
忙追上来拦在前头。哎呀，姑娘，你别听那个大夫胡说八道，他们肯定是为了卖药材。我家冬儿命贱好养活得很呢，就说他3岁那年大冬天掉进了井里，烧了3天3夜，你看不照样活过来了吗？刚才也是我鬼迷心窍了，失信于你。这样我也不要你5两银子了，这丫头4两半钱银子你带走。王桃花不为所动，4两银子总行了吧？王桃花继续往前走，3两。眼看人就要走出街角了，一口价2两银子卖给你，这孩子以后无论生死富贵都与我无关，行了吧？王桃花这才收住脚步，假装皱着眉头想了想，好吧，看着丫头可怜，我就买了吧。走，咱们这就去写卖身契。等卖身契写好了，刘拐子迫不及待地画了押。姑娘啊，这人以后可就是你的了。有句丑话我可说在前头，将来他若是生病吃药的，这些也都不要过来找我了。放心，日后无论他生老病死，与你无关。同理，你也一样。刘拐子满意的拔腿就要走，冬儿应该醒了，你要不要去跟他告个别？不用，你告诉他，以后我就不是他爹了，好生跟着主子过活吧。冬儿，以后你就要跟着我过日子了，可是要吃苦的，你怕不怕？冬儿不怕，冬儿以后只听小姐的，要做最听话的奴婢。傻丫头，以后你就当我的妹妹吧，我家还有个弟弟，上次你也见过的，咱们3人以后就好好过日子。姐姐，我记下了，走，姐带你去吃东西，买衣服。大爷，这馄饨咋卖的呀？现在馄饨卖2文1碗。前阵子才3文1碗来着，这价钱涨了这么多呀？姑娘，这也是没法子，这粮食猪肉都是见天的往上涨了，连柴火都从2文1担涨到了5文呢。姑娘，要来上1碗吗？大爷，那你给我来上1碗吧，记得多加点汤哈。吃完馄饨，王桃花带着他往来福布庄走去。等走到卖布料那条街，眼前的景象让王桃花嘴都合不上了。就见好几个成衣铺子门口竖着幌子，上面都是全场9成8成之类的字样。走过路过的客人，请你停下尊贵的脚步，咱们锦衣阁东家他2舅过60大寿，东家庆祝3日，铺子里的东西只卖8成价，而且可以抽奖1次，最大的奖项是价值2两银子的上好羊羔皮子袄，快进来选选看呐！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。这古人的模仿与创造能力真是无与伦比啊！等到来了布服庄门口，就见个把月时间，铺子门面大了不止1倍，应该是把隔壁的铺子打通了。我说今天那枝头上的喜鹊咋叫个不停呢？原来是你这福气丫头来了。马婶子，好久不见，近来可好？托你的福，铺子里生意还算不错，这不我把隔壁铺子也盘下来了。来福布庄一战成名，现在也在县里几个中等的布庄里排得上号了。桃花，你今日来是买衣裳还是布料啊？带我妹来买件棉衣。哎呀呀，这小丫头是你妹子呀，瘦了点儿，不过长得眉清目秀，倒是个好看的。冬儿，这是马婶子。马婶子好。哎，好，这丫头看着就机灵，真让人瞧着喜欢。王桃花已经挑了一件水蓝色的粗布棉袄，棉花絮得很厚实。婶子，这件棉衣多少银钱啊？啥钱不钱的，这小丫头我看着喜欢，这棉衣呀就当是见面礼了。桃花，别跟婶子推来推去，这衣服也不是多好的料子，婶子还是送得起的。王桃花看他说的这么实在，也烦那套客气。冬儿，婶子送你棉衣呢，还不快谢过婶子？谢谢婶子。哎呦，这小丫头可真招人稀罕。冬儿，你那棉衣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，把新棉衣换上吧。等冬儿换了身新棉衣，马氏又端来热水，拿来了帕子，洗了个脸。王桃花发现这小丫头长得挺水灵的，那刘拐子真是瞎了眼，这么好的姑娘都舍得卖。我家冬儿穿这个颜色的衣服真好看，跟个小仙女似的。那可不是，我都想抢去做女儿了。王桃花想着也不好白拿人家东西。婶子，眼下这下了冬雪，棉袍袄子需求量肯定多了。这样，我给你出个法子，让你再小赚一笔，可要？这有钱赚，你就是让我半夜爬起来，我也是愿意的。我就说你这丫头是那财神爷座下的招财童女，又是什么新鲜的法子？快说来我听听。我瞅着现在庆祝打折这招数，好像周边的铺子都会用了，再用这招就不新鲜了。不过庆祝的噱头咱们还是要有的，但这次咱们来个满减。红包双响炮，满减红包，这都是什么呀？反正现在也没客人，马氏就把王桃花2人拉到柜台后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又从屉子里拿出2碟果子。冬儿，这里有刚煮的茶水，还有油酥饼和姜糖果子，拿去吃。冬儿看了王桃花一眼，吃吧，马婶子是个大方的，你若不吃，她保准塞你嘴里了。你这丫头又胡说了，让人还以为婶子是个母夜叉呢。
小丫头就捧着个油酥饼开心的吃了起来。红包抢就图个热闹，这次满减才是我们的王牌。婶子，这也快过年了，咱们的噱头就是庆新年穿新衣，福气到。这噱头好啊，这大过年大家可不都想着喜气洋洋，福气越多越好吗？这红包墙说白了就是给点小便宜，咱们做一些红色的纸袋，巴掌大就行，把铜钱银子放进红包里，贴在墙上。红包里的数额不需要太大，3文5文的都可以，但一定要有一个大的，比如1两银子，这样好吸引人上门。这个彩头多少，婶子你就自个看着办吧。这抽取红包寓意一年红红火火，我想大家还是愿意讨个好彩头的。那是上门就抽红包吗？婶子，那你这铺子非得被人挤破了不可，咱们可以设定条件。举个例子，但凡前一次性在咱们家买了衣服超过50文钱，可以抽取1次，100文2次，250文以上最多可抽5次。哎呦，这个点子好啊！这大过年的，谁不想讨个吉利？还是现钱，看着就开心。至于满减嘛，婶子就要做好割肉的准备了。马氏皱了下眉头，略微想了想，割就割吧，若是咱家生意能更上一层楼，老娘少赚一点又何妨啊？好，马婶子，我就喜欢你这点，胆子大不贪心。哎呀，你这语气跟我家那死鬼一模一样。我和马大叔这就叫英雄所见略同。这满减就是但凡在铺子里买了100文的东西，立即减20文，买了200文减40，以此类推。哟，天爷呀，桃花，这肉割的也太狠了吧！我这铺子里的东西就卖的比别处便宜，这么一来可能分文不赚了。婶子你别急呀，我问你，你铺子里头的布料和成衣价钱低了其他铺子多少？这附近几家铺子我都有托人去看过，我家布匹低了约莫快半成了，成衣印花样子都是我自个儿画的，所以低了快1成。那咱们来算笔账吧，假设正常一件成衣其他铺子卖200文，你铺子只能卖到180文，那我现在把价格和其他铺子同步，也定在200文，满减了40文，就是卖了160文，其实算下来亏不了多少的。婶子，你若觉得亏得多了，满减的额度适量降一点，但一定要比其他铺子的价格拉开点距离。马氏稍微一想，就理清了其中的关键，就定这个额度了。说来就算卖的便宜了，平日里顾客还是要砍价还价一下，算下来与满减差不了多少。但我瞅着呀，要是我去铺里买东西，这个满减更有诱惑力，没到100文我都要想凑上去了。那可不是，这占便宜可是每个消费者的心理呀。咱们这次讲究一个薄利多销，再换个思路想，就算买的多了减的多了没得赚头，咱们也赚了人气和名声，是不？哎呀呀，丫头，你说咱们同样是一个脑袋2只眼睛的，你咋就这么会做生意呢？还好你不开店铺，不然呢婶子都喝西北风去了。可不是姐聪明，是前世的商家太厉害了，每次都把我本就不富裕的钱包掏空了。为了让全城所有人都知道，咱们还可以打一波广告。广告？这又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呀？广而告之，即为广告。你想呀，咱们这铺子开在这巷子里，知道的人有限，可是若把庆新年抽红包满减的活动写在纸上，雇些人在县里重要的几个街口发这些单子，不就有更多人知道咱们店里的活动了吗？就算其他店跟风，你也已经抢了先机，稳赚了一笔了。这主意好啊！你叔会写几个字，这大冬天的坐在家里也没事儿，我要让他写上几百张。马叔，你自求多福吧。马氏越想越兴奋，仿佛已经有一大波客人涌进铺子里买东西。好了，婶子，剩下的细节你就自己琢磨琢磨哈。天色不早了，我得回去了。桃花呀，要不今日你别回去了，在婶子这边随便吃点。婶子，我才不和你客气，只是少安还在家里等我呢，等你铺子大卖，下次我再来贺一贺。那下次说好了，咱们去楼里吃，可不能再推脱了。好好好，等到吃饭那天，我绝对饿上一天来大吃一顿。你这促狭鬼！临出门，马氏又硬往篓子里塞了2封点心，2条帕子。没过几日，马氏的来福布庄那叫一个人山人海，热闹非凡。马氏夫妻俩忙得脚不沾地，最后赚了一大笔银子，夜里睡觉都能笑醒。快出城门了，王桃花看到有个卖炊饼的，就买了8个炊饼。出了城，王桃花就看到有些流民们开始生火做饭，一路走去，几口锅里什么都有，地瓜梗子、老掉牙的野菜、萝卜缨子、
烂菜叶子，就是没有一粒粮食。他还看到有几个小孩冻得小脸发青，鼻涕横流，正拿着剥了皮的杨柳枝在那里使劲地嚼着，实在不敢看下去了，赶紧拉着刘冬儿快步离去。不是他小气，也不是他铁石心肠，一旦自己给了吃食，这么多流民一拥而上，说不定自己两人就走不了了。一路上十分安静，当走到一处的偏僻的地方时，王桃花感觉身后传来了沙沙的脚步声，回头看去，看到几个流民正远远地跟着自己。不好，被坏人盯上了！哎呀，这荒郊野岭的也没个人儿，怎么办呢？姐姐，后面那几个叔叔好凶啊！冬儿，别回头，咱们走快点。于是两人加快了脚步。大哥，那小娘们要跑了，我长眼睛了，还不快追啊！于是几个流民飞快地追了上来。小娘们儿跑啊，不是很会跑吗？我是这附近村里的人，家里有5个哥哥，个个人高马大，你们最好不要乱来。小娘们儿啊，你不知道有句话叫做远水解不了近火吗？就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，你就是叫破喉咙也是没有用的。识相点，把那个篓子留下来，再把你身上的钱也全都留下来。王桃花打量了下3人，颇为健壮，满脸流里流气，一看就是泼皮无赖。好在只是图钱，就从怀里掏出钱袋。各位好汉，我家日子过得紧吧，身上也没几个钱，这钱袋里还有10来文钱，你们拿去吧。你打发叫花子呢？没钱能买这么多东西，除非你让哥哥搜一搜，看看有没有藏在……最后视线落在了他的胸脯上。看什么看？小心姑奶奶把你眼珠子抠出来！哎呀呵，这小娘们脾气挺辣呀。大哥，你还别说，这深山还真是出俊鸟啊！你瞧瞧，这娘们长得还真水灵。这没钱，咱们也不能亏了自己啊。要不咱们弟兄几个先乐呵乐呵，完事之后再把这2个丫头卖去青楼。自己这什么破运气，怎么竟碰到这么下流无耻的货色？